怎么突然就把帽子摘了？阿金这下彻底慌了，他只是随口一说，没想到严志贤居然当真了。他一边整理头发一边嘀咕，让阿金先别看自己。可当他真正抬起头的那一刻，空气都安静了。谁能想到这个平时不修边幅的男人，竟然就是那个火遍全网的顶级偶像？这哪里是普通邻居，这分明是活在屏幕里的那个人。阿金最近总觉得不对劲，他怀疑那个天天陪自己打游戏的网友，竟然是个家喻户晓的顶级偶像。这事儿听起来确实有点离谱，但在那款国民级网游里，没人知道现实中的身份，大家只知道那个传说中的第一公会，还有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会长。布鲁米正跟队友闲聊，大家都觉得有点高冷，甚至还有点吓人。只有布鲁米知道，他其实是个非常护短的人。就在这时，恰鲁本人上线了，整个公会频道瞬间炸开了锅。作为全服顶尖的高手，他的一举一动都备受瞩目。他深爱着自己的公会，也珍惜每一个成员。可谁能想到，在这个光鲜亮丽的身份背后，恰鲁竟然藏着一个绝对不能说的秘密。这个秘密绝对不能见光，一旦被发现，整个公会就彻底完蛋了。时间回到1年多以前，26岁的阿金正处于人生谷底，复读了3次都没考上理想大学。现在的他只能靠游戏来逃避现实。可消息刚发出去，亲弟弟兜镇就推门进来了。看着不争气的姐姐，兜镇忍不住开始说教。他觉得阿金不该再浪费时间，应该好好想想未来。两人正闹得不愉快，兜镇却突然把自己的账号交了出来。他说自己要专心准备高考，打算暂时退坑，让阿金拿他的号随便玩玩。兜镇把账号交出来的同时，还提了一个奇怪的要求，他让阿金在游戏里装得像一点，千万别让人发现换了主。原来他在游戏里还是个会长。兜镇一脸严肃的警告，要是他不在，整个公会分分钟就会散伙。阿金听完只觉得好笑，不就是玩个游戏吗？至于搞得像要拯救世界一样，在他看来，当个会长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他随口答应了下来，觉得弟弟虽然爱说教，但骨子里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。可当他真正登录账号，才发现事情并不简单。这个公会竟然是全服第一，里面全是顶尖的高手。阿金这下才反应过来，自己好像接手了一个不得了的烂摊子。不过他倒是一点也不慌，大不了被发现就直接退坑，反正这号也不是他的。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掉进了一个巨大的漩涡。阿金原本觉得这事儿挺简单，反正只是个游戏，现实里又见不到面，只要自己不说，谁能发现壳子里换了人？没想到他模仿的还挺像，毕竟兜镇平时在公会里就很高冷，跟谁都保持距离，这种生人勿近的性格反而成了阿金最好的掩护。他本来打算玩2天就还回去，结果玩着玩着事情就开始不对劲了。阿金不仅开始往里氪金，投入的时间也越来越多。等他意识到这个虚拟世界已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时，兜镇却突然找上门来，随口说了一句：“那个账号就送给你了。”阿金这下彻底傻眼了，原本只是想帮弟弟打个掩护，结果现在他竟然白捡了一个全服第一公会。故事回到现在，阿金已经陷得太深，彻底没法回头了。现在的他就是全服第一公会的会长恰鲁，除了他弟弟兜镇，没人知道这个秘密。屏幕后的顶级大佬其实是个冒牌货。就在阿金打算下线休息时，公会频道突然跳出一条消息，有人竟然在明目张胆地挖墙脚，而他们的目标竟然是公会的顶梁柱副会长梦行者。对方说梦行者今天有点反常，好像真的打算跳槽了。阿金这下彻底坐不住了，难道连自己最信任的人也打算丢下公会不管了吗？说起这个副会长梦行者，他可是公会里最不可替代的人，也是阿金不得不冒充弟弟的真正原因。公会能连续3年稳坐全服第一，靠的可不只是运气，想要排名高就要有顶级高手，而公会里的大部分核心成员全是梦行者一个人拉进来的，他就是公会里的社交天花板。但这里有个致命的问题，梦行者对管理公会根本没兴趣。当初他愿意当这个副会长，纯粹是看在好兄弟兜镇的面子上。要是让他发现现在的会长根本不是兜镇，而是阿金在背后操作，他绝对会毫不犹豫的退坑走人。到那时候，整个公会瞬间就会土崩瓦解。如果梦行者真的走了，那些冲着他来的顶级高手肯定会一个接一个离开，到时候根本没人能顶住这个位置，整个公会离解散也就不远了。就在这时，世界频道突然有人在带节奏，说梦行者早就当腻了副会长，是时候该换个地方了。阿金顺手查了一下对方的底细，结果发现这家伙竟然是第2大公会 Red 的副会长。这下阿金彻底清醒了，他之前一直以为只要不被拆穿就万事大吉，可他忘了像梦行者这样的大佬根本不在乎什么虚名，只要他想走，随时随地都能离开。要是梦行者真的走了，这个公会该怎么办？阿金一个人躺在床上，心里乱得不行，他真的不想看到大家各奔东西。可公会里的伙伴们现在还被蒙在鼓里，大家还在频道里开心的聊着天，就因为布鲁米刚传了一张生活照，群里现在已经彻底炸锅了。大家都觉得现实里的他肯定是个万人迷女神。看着这些夸奖，阿金心里反而更沉重了。大家越是依赖他，他就越觉得不能让公会倒下，哪怕是为了这些信任他的伙伴，他也必须得想个办法把公会给守住。谁能想到，仅仅是一张头像，竟然让公会群彻底炸了锅，连平时潜水的老成员都出来刷屏。阿金看着这热闹的场面，突然想到了一件事，他赶紧翻开2周前的管理记录。原来梦行者早就说过，最近有好几个顶级高手想入会，而他们给出的理由竟然一模一样，全都是冲着布鲁米来的。这让阿金瞬间看到了转机。如果梦行者最后真的留不住，那布鲁米
就是工会唯一的救命稻草，只要能把他留住，工会就还有翻盘的机会。看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得赶紧想办法跟这个布鲁米搞好关系了。阿金还在那儿沾沾自喜呢，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工会的救星，结果他根本没意识到自己这7年一直宅在家里，早就变得完全不会看人眼色了。他在群里疯狂给布鲁米献殷勤，却不知道在别人眼里，这种行为简直莫名其妙，甚至让人觉得有点反感。此时的副本里，布鲁米正跟梦行者吐槽呢，他说会长又在给他发消息了，这种死缠烂打的行为已经让他烦到了极点。布鲁米甚至想直接退会走人，毕竟现在的工会早就变味了，大家背地里都在说会长的坏话，管理层也只会一味的护短。梦行者赶紧劝他先冷静点，如果现在突然离开，反而会让自己变成视线的焦点。他让布鲁米再多等几天，看看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。谁能想到全工会都在追捧的女神布鲁米，真实身份竟然是个男人。他叫严志贤，今年26岁，不仅是个男的，还是偶像男团里的核心成员。可就在这时，论坛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帖子，说工会里出了个变态。这下事情可有意思了，这个所谓的变态到底是在说谁呢？万众瞩目第5台本该是最高光的时刻，严志贤却快要撑不住了，耳边的尖叫声此刻全变成了刺耳的诅咒，那些流言蜚语正像潮水一样把他淹没。就在这一瞬间，他彻底断片了。旁边的人急得大喊：“严志贤，你没事吧？”谁能想到，曾经那个闪闪发光的严志贤，现在居然变成了这副样子。手机里的消息一条接一条，从想念到生日祝福，再到最后的质问和埋怨，整整3个月，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网上全是关于他的流言蜚语，有人担心，也有人觉得他是在耍大牌。可真相是他已经彻底把自己关起来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叫我们的工会偶像的游戏出现了，里面有一个叫花领的职业，听名字挺好听，结果呢，竟然是个谁都不愿意组队的垃圾辅助。这个叫花领的职业简直就是游戏里的笑话，设计烂到家，连最喜欢挑战冷门角色的老玩家都对他避而远之。大家甚至怀疑官方是不是早就把他给忘了。可就在3个月前，一个叫布鲁米的大神出现了。当时所有人都觉得新出的顶级副本起码半年没人能过，结果呢，布鲁米带着5个输出位直接拿下了全服首杀。这一下，布鲁米这个名字彻底火遍全服，成了所有人争着抢着要的大腿。就在别人试着跟人组队的时候，阿金也凑了过来。那个平时只喜欢独来独往的恰鲁，这次竟然破天荒的加入了队伍。阿金一直在给布鲁米发私信，问他任务做了没有。阿金在旁边看着，发现布鲁米竟然只在公屏回复，看来他是真的嫌私聊麻烦，连切换频道的按钮都懒得按。严志贤盯着屏幕，心里全是烦躁，这家伙怎么就听不懂人话呢？阿金这边还在纠结，刚才那句回复是不是太冷淡了，是不是不小心把天给聊死了？他突然在公屏丢了个深水炸弹，你们2个该不会真的在交往吧？这简直是大型社死现场。严志贤看着屏幕，心里一阵无语，对方问的也太直接了吧。眼看气氛要降到冰点，阿金赶紧在公屏打圆场，说他只是好奇，并没有别的意思。结果严志贤一眼就看穿了，这会长为了强行挽尊还真是够拼的。而此时的阿金正躲在被子里疯狂打滚，后悔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为什么要在那儿问这种私人问题？明明只是想找个话题聊下去，结果却搞得大家都不好意思。看着布鲁米还在线，阿金决定还是得去道个歉才行。阿金本来想找布鲁米私下道歉，结果布鲁米竟然又开了公屏，这下全服的人都能看见了。阿金试探着问能不能等副本结束了私聊，布鲁米倒是挺大方，说现在就能讲。结果旁边的队友坐不住了，开始阴阳怪气地质问有什么话是大家不能听的，非要搞得这么神秘，甚至还警告阿金别随随便便就想来搭讪。阿金整个人都懵了，还以为是自己耽误了人家刷副本。为了缓解尴尬，阿金赶紧说那以后再聊，顺手还想送点药水给布鲁米。可看着旁边的队友，阿金又陷入了新的社交压力，要是只给布鲁米一个人，其他人会不会觉得我在搞区别对待？刚才那场尴尬的闹剧让阿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，总觉得自己是不是太偏心了。虽然本意不是这样，但这种误会真的很难解释。更让他难受的是，布鲁米从头到尾一句话没说，难道真的让他感到不舒服了？越想越郁闷，感觉整个人都要发霉了。就在这时，安静了好久的工会群突然炸了，点开一看，阿金整个人都愣住了。论坛上竟然到处都在转，说他们的工会马上就要解散了，甚至有人说内部已经彻底闹翻。这下事情真的闹大了，要是再不出面解释清楚，人心可就真的散了。面对直播间满屏的质疑，这位会长还在强行洗白，说关闭入会申请只是为了给新人腾地方。可弹幕根本不买账，大家心里都清楚，排名第4的大工会要变天了，而且原因极其恶劣。论坛上的帖子已经彻底传疯了，所有人都在议论这位会长一直在骚扰布鲁米，甚至在工会里早就不是秘密。阿金看着手机上的评论，心里一阵发凉。原来真相远比传闻更肮脏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工会矛盾了。更讽刺的是，副会长其实早就私下警告过他，让他离布鲁米远一点，但他却觉得这只是在交朋友。他甚至还在想，难道这些人觉得他真的会听进去那些劝告吗？阿金原本以为游戏世界会是一个避风港，能让他躲开现实里的那些烂事，可结果呢？这里竟然比现实还要肮脏。严志贤刚拿完水回来，就被语音频道里的队友叫住了，让他赶紧看工会群里的消息，说会长发了一篇让人反胃的小作文。
会长在公告里承认自己确实想接近布鲁米，但那只是想交个朋友，根本没有别的意思，甚至还摆出一副受害者的姿态，说如果布鲁米希望他离开，他愿意为了工会退出。严志贤冷笑着问：“这家伙终于射得滚蛋了吗？”甚至还在想接下来的会长会不会是梦行者，但他心里很清楚，光会长一个人走根本不够，那些帮着掩盖真相的副会长们也该被一锅端掉。他还在琢磨工会的事，觉得梦行者未必想当这个会长。结果恰鲁突然发来私信，接下来的内容让他整个人都傻眼了。恰鲁居然主动坦白说他其实是个女生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这个秘密他连副会长都没告诉过。为了证明自己没撒谎，他还发来了一段自拍视频，视频里的声音听起来很紧张，他展示了自己正穿着的衣服，还有游戏里的角色信息，证据就这样摆在面前。阿金在视频里小声说这是他的身份证件。严志贤一个人坐在黑暗里，盯着屏幕半天没动弹。就在这段视频之后，恰鲁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整整3天时间他没有再上线。阿金突然开口问他想不想知道工会那些人的近况，兜正却显得很冷淡，说自己马上要考试了，哪有心思管那些陌生人。兜正提醒他网上的关系最不靠谱，与其相信那些看不见的人，还不如相信隔壁的陌生人，毕竟这种亏他以前还没吃够嘛。画面一转，游戏里的队友正在安慰布鲁米，说之前的谣言根本不是他的错，谁被不喜欢的人表白都会是那种反应，只是大家都误会了而已。布鲁米嘴上说着已经忘了，心里却还是有点过不去，他怎么都没想到那个一直缠着他的人，现实里居然是个女生。明明之前语音的时候听声音就是个男的，难道对方从头到尾都在用变声器骗人？阿金躲在被子里，觉得自己这下是遭报应了，当初就不该动歪心思，更不该冒用兜正的账号去接近布鲁米。看着群里那些难听的话，他心里乱成一团，本以为这次彻底闯了大祸，结果事情的发展却出人意料，布鲁米竟然主动站了出来，说误会已经解开，让大家以后别再提这件事。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了，但有些东西已经回不去了。工会里的人并没有完全释怀，反而开始有意无意的疏远会长。恰鲁刚回到游戏，工会频道就热闹了起来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布鲁米突然发来私聊，约他在老地方见一面。两人在树下碰了头，气氛显得有些微妙。恰鲁心里完全没底，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结果布鲁米开口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向他道歉，他说之前是自己误会了，觉得必须亲口说清楚才行。这下恰鲁彻底愣住了，明明是自己先问了不该问的，怎么反而是对方在认错？恰鲁赶紧解释说上次是想为打听隐私的事道歉，结果布鲁米却一脸淡定，说他和别人的关系并不是秘密，难道他一直都没看出来吗？恰鲁尴尬的说不出话，他确实不擅长观察这些细节。看着布鲁米盯着自己的眼神，他觉得对方肯定在想，知道这些消息对他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。恰鲁还没从刚才的尴尬中缓过来，布鲁米就主动找他搭话，问他今天去没去过宝藏塔。就在这时，工会里的其他成员也围了上来，大家一边夸会长的衣服帅气，一边忍不住开始调侃。原来在大家眼里，恰鲁一直是个独来独往的高冷大佬，没想到接触下来才发现他其实只是反应有点慢。这种反差让恰鲁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布鲁米看出了他的局促，悄悄凑到他耳边说，可以把他是女生的秘密告诉大家。宝藏塔有3个入口，本来恰鲁打算一个人走最后那个，结果布鲁米却突然开口说要跟他一起走，这下轮到恰鲁愣住了。恰鲁被队友们调侃的不行，大家都笑他反应太慢，但他心里却觉得挺暖和，感觉自己交到了一个靠谱的好朋友。虽然过程有点吵闹，但任务完成的非常漂亮，全员都拿到了最高评价。就在大家准备庆祝的时候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，人群中突然一阵骚动，原来是副会长梦行者来了。这位平时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大佬，竟然主动走到了恰鲁面前，直接喊了恰鲁一声会长。恰鲁整个人都懵了，还没等他想好怎么解释，梦行者就提议一起去刷任务。恰鲁突然问了一个扎心的问题，为什么其他副会长都讨厌他？梦行者倒也一点没客气，直说是因为他管得太少，简直就像个甩手掌柜。这话听得恰鲁愣住了，他本以为就算平时保持距离，大家的关系也还算亲近，难道这一切真的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吗？就在这时，梦行者反问了他一句，既然觉得被讨厌，那他为什么还要一直留在工会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只是因为他真的喜欢这里。画面转到现实，阿金独自躺在床上发呆，他一直以为那个人对工会没感情，所以听说他要走的时候，才急着去联系布鲁米。看着手机上的消息，阿金陷入了沉思。原来从一开始就是他把事情想简单了。阿金觉得只要把误会说清楚，一切就能回到过去。他真的很珍惜工会的每一个人，不想再回到那种孤零零的状态了。可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，系统提示突然弹出，梦行者竟然直接退出了工会。紧接着网上的舆论彻底炸锅了，一篇匿名帖子把恰鲁推到了风口浪尖，指责他骚扰布鲁米，还说工会高层全都在包庇。评论区里全是谩骂，有人骂恰鲁是变态，甚至有人反过来指责布鲁米，说他不该用真人照片当头像。看着工会成员一个接一个的离开，阿金彻底沉默了。这个他曾经最依赖的家，难道真的要散了吗？群聊里的退出消息开始刷屏，曾经热闹的工会现在只剩下一声声再见。有人在问，这就是我们的终点了吗？管理层终于查到了真相，这全是对手工会搞的鬼，他们故意发帖抹黑，就是为了把第一名拉下马。手段虽然卑鄙，但目的已经达到了。
那些并肩作战的老玩家，在流言蜚语面前竟然垮得这么快。比起外人的攻击，最让人心寒的是梦行者的离开。这种背叛比任何谣言都伤人。阿金死死盯着手机，他想把真相全部说出来，哪怕就不回工会，至少能还布鲁米一个清白。可话到嘴边，却变成了无力的质问：难道这5年来的感情全都是谎言吗？看着心血毁于一旦，阿金觉得全是自己的错，是他德不配位才毁了这一切。都朕曾告诉过他，没必要为了那些不相干的人难过。可这种事真的能说放下就放下吗？手机屏幕亮起，布鲁米的一声会长让阿金彻底破防了。他现在满脑子都是道歉，觉得自己简直没脸见人，更不配得到任何原谅。他本想就这样消失，可布鲁米接下来的话却让他愣住了。对方不仅没怪他，反而提议要一起重建工会，还说要做第一个加入的人。就在阿金挣扎的时候，严志贤正躲在路边打着电话，面对朋友的质问，他表现得异常冷静。哪怕所有人都觉得现在各奔东西才是最好的选择，朋友在电话那头大吼：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上非要拉那个女人一把？严志贤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：因为除了这里，已经没有地方会收留她了。这句话一出，连空气都安静了。朋友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，严志贤最近的行为实在太反常，尤其是从宝物塔回来之后，他好像变了一个人。朋友突然问了一个扎心的问题：你是不是喜欢那个会长？严志贤想都没想就否认了。在他眼里，这种虚无缥缈的网恋根本就不可能发生。朋友调侃说：如果你是那种会相信网恋的人，现在也不会是这个样子了。另一边，严志贤独自坐在黑暗里，手机里播放着一段粗糙的视频，那是女孩局促不安的声音，正在介绍自己当天的打扮。这段声音让他想起了一段尘封的往事，那个时候有人曾问过他的名字，还约定好等他出道的那天一定会去找他。严志贤盯着屏幕，这个熟悉的声音让他陷入了沉思，难道真的是他吗？就在这天深夜，梦行者发来了最后的告别，他说要回归现实生活了，感谢这一路上的照顾。还没等阿金回过神，聊天框就彻底灰了下去，对方已经注销了账号，连个挽留的机会都没给。屋里静得可怕，阿金就这样一个人坐着，他叫住兜震。阿金想说，梦行者让我转告你，谢谢你为他做的一切。兜震想问个明白，但阿金只是不停的摇头，有些事根本没法用语言形容。阿金再次登录游戏，迎接他的不是老友的问候，而是满屏的谩骂和恶意。他关掉私信世界，终于安静了，看着那些曾经热闹的留言，2000多天的回忆，整整6年的心血，他知道一切都回不去了。他点下了解散工会的按钮，没有犹豫，也没有回头。随着工会名字彻底消失，恰鲁独自站在荒野中，属于他们的时代就这样画上了句号。工会解散后的这几天，阿金的世界彻底安静了。虽然布鲁米的嫌疑被洗清，还主动发来了好友申请，但失去的信任再也回不来了。曾经并肩作战的伙伴们，有的退游，有的转服，那些曾经最亲近的副会长，一个个都选择了离开。最让阿金难受的是梦行者的不告而别，他走得干干净净，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，仿佛这段感情从未存在过。布鲁米发来消息，想拉他一起组建新工会，但阿金拒绝了。他说：我没信心再管好一个家，以后就让我一个人待着吧。曾经热闹非凡的工会，如今只剩下满屏的拒绝和再也不会亮起的头像。网上现在吵得不可开交，都在讨论退会到底能不能解决问题。阿金盯着屏幕，心里却像堵了一块石头。原来那些副会长们当初之所以选择闭嘴，不是因为不在乎，而是怕他这个会长会一走了之。他们想拼命守住这个家，可结果呢？工会还是彻底消失了。那大家这些年付出的心血到底算什么？看着满屏的误解，阿金不想再躲在后面了。他决定发帖反驳，哪怕要公开自己是女生的秘密。虽然这样做有点冒险，但他不能眼睁睁看着那些一直保护他的人替他背这个黑锅。阿金的手停在鼠标上，他突然犹豫了。如果这篇帖子发出去，会不会反而把事情搞得更糟？这种感觉太熟悉了，多少次他想伸手帮忙，结果却亲手毁掉了一切。他真的还要再试一次吗？就在这时，布鲁米发来了消息，他说：你真的打算退游吗？在这个游戏里，没有工会根本寸步难行。阿金看着屏幕沉默了，他想起以前大家聚在一起的日子，虽然说好只是暂时帮忙，等工会稳定了就去更好的地方，但那是他最快乐的时光。一个人玩确实很无聊，可现在的他还有勇气重新开始吗？队友觉得只要恰鲁能回来，工会很快就能重回巅峰，但恰鲁却一点信心都没有。他觉得就算自己去求情，那些离开的人也不会再回头。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布鲁米突然站了出来，他说只要兜震愿意当会长，自己可以出任副会长。这句话一出，所有人都彻底傻眼了。屏幕前的严志贤盯着屏幕，他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对方应该不会拒绝吧。为了不再让遗憾继续，他决定放下那点可笑的自尊。这确实是一个诱人的提议。如果布鲁米能当副会长，不仅能洗清他身上的误解，还能让工会像以前那样飞速发展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是唯一能帮阿金找回曾经骄傲的办法。当初阳光工会的那些副会长，明明拼尽全力想要守护大家，最后却因为会长的无能，落得个遍体鳞伤的下场。这件事成了阿金心里抹不去的阴影。他害怕布鲁米也会重蹈覆辙，所以面对那个诱人的提议，恰鲁还是选择了拒绝。他说不想成为任何人的负担，虽然现在工会只是为了练级，但谁能保证以后不会产生感情？一旦有了牵挂，事情
就会变得复杂起来。屏幕前的严智贤一言不发，看着聊天框里跳出的入会申请，他已经提前打好了招呼，可心里的石头还是落不地。布鲁米还在担心自己的去处，毕竟发生了那种事，真的还有工会愿意收留他吗？虽然他的数据确实很顶尖，但在流言蜚语面前，这些努力显得那么苍白无力。布鲁米下线了，房间里只剩下死一般的寂静。严智贤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怎么也睡不着。他想起恰如以前的样子，每次出事他总是这样，明明自己才是受害者，却总是在担心别人。这种性格真的让人很头疼。他随手翻开手机论坛，网上的言论已经彻底失控。那些键盘侠躲在屏幕后面，用最恶毒的话攻击着工会会长，甚至连家属都不放过。局面已经变成了一团糟。严智贤心里很清楚，阿金现在一定躲在被子里哭，可他偏偏又是那种性格，因为一直隐瞒着女生的身份，他肯定不想向任何人解释，只能一个人默默承受这一切，这才是最让人揪心的地方。严智贤嘴上说着不管了，可翻来覆去根本睡不着，脑子里全是那个人的影子。凌晨1点半，他还在数落他的那些缺点，容易受伤，没眼力见，还总喜欢把别人放在第一位，这种性格活得该有多累。可最让他忘不掉的还是记忆里那个声音，以及那个没能实现的约定。他烦躁地坐了起来，明明想撇清关系，可对方的一举一动还是让他彻底破防了。就在这时，屏幕上弹出了提示，布鲁米重新上线了。工会频道里依然热闹，他们还在讨论当年阳光工会解散的真相，怀疑那场误会到底有没有解开。就在这一片嘈杂声中，一个神秘的身影出现了，他就是 Red 工会的副会长克菲尔。作为工会的2把手，他对这些陈年旧账并不感兴趣，只是发出了一个疑问。就在这时，游戏里突然传来了动静，原来恰鲁根本没挂机，这下总算抓到人了。既然在线，那就别想躲着不见面。他直接点开传送目标，锁定祈祷室，画面一闪，布鲁米已经到了地方，但这祈祷室里的景象怎么看都透着一股诡异。大半夜的，布鲁米在祈祷室抓到了恰鲁，看他一个人发呆，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。虽然只是个游戏角色，但那种低落的情绪根本藏不住，甚至连平时最爱换的衣服都好几天没动过了。被戳穿之后，他居然当场表演了个变装，想证明自己没事，但这演示也太拙劣了。恰鲁还是那副拒人千里的样子，哪怕对方想帮他在社区澄清，他也只想赶紧把这事翻篇。他敲下键盘，说自己要下线睡觉了。可就在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对方却突然叫住了他。正主终于露面了，排名第1的 Red 工会副会长克菲尔竟然主动找上了布鲁米。恰鲁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，其实之前网上的那些流言蜚语，全都是这个工会在背后搞鬼，目的就是为了把布鲁米逼入绝境。圈子里的大佬其实都心知肚明，但没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。毕竟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游戏里，大家只看结果。现在人也逼走了 Red 工会，又跑来装好人。克菲尔直接申请进组，开口第一句话就让气氛变得诡异起来。他竟然当众询问布鲁米什么时候才肯加入 Red 工会。谁都没想到克菲尔竟然主动摊牌了，提起了那篇闹得沸沸扬扬的爆料贴。恰鲁原本以为他是来道歉的，结果听下去才发现，这女人的手段真是不简单。他嘴上说着是误会，转头就把锅甩给了别人，说是受了阳光工会的人指使才发了那篇帖子。严智贤在屏幕后看得清清楚楚，这哪是在解决问题，分明是想找个替罪羊。他现在只希望单纯的阿金别被卷进去。克菲尔还在那摆出一副施舍的嘴脸，说可以破例让恰鲁跟着布鲁米，甚至还补了一刀，反正你现在也没地方可去了吧。这话虽然难听，但确实戳中了痛点。屏幕前的阿金气得不行，这种被人看扁的感觉真的太窝火了。就在局面陷入死局的时候，布鲁米突然站了出来，他拉住恰鲁问：“咱们不是说好要自己建工会的吗？”看着布鲁米认真的样子，恰鲁一下子清醒了。面对克菲尔不可置信的质问，他给出了最硬气的回答：“没错，我们要自己干。”恰鲁当众拒绝了克菲尔，他在一旁小声说了句谢谢。克菲尔临走前还不忘阴阳怪气，说这条路可没那么好走，甚至还假惺惺的留了2个位置，随时等着他们后悔。克菲尔一走，恰鲁心里就开始犯嘀咕。他看着单纯的布鲁米，总觉得自己是不是太自私了？毕竟去大工会对布鲁米的发展肯定更好。结果布鲁米根本没想那么多，拉起他就往外跑。后悔什么啊？咱们现在就去建工会。布鲁米确实心细，连刚才的证据都结好了。新工会的名字定为月亮，寓意要在黑夜里一直陪着你。布鲁米倒是一脸淡定，好像对这名字背后的深情完全没放在心上。现实里的阿金为了这事整整纠结了1个通宵，等他在睁眼的时候，太阳都已经晒屁股了。这就是他的日常第1条，赖在床上刷视频。一个新出道的男团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其实阿金平时根本不追星，但只要有新男团出道，他就一定会去搜搜看，因为他在找一个人，一个名字里带源自的练习生。或许就在这些新人里，那个消失已久的身影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出现？阿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还在惦记那个没出道的练习生。都这么多年了，现在出道是不是已经太晚了？他漫无目的的刷着新男团名单，直到志源的名字跳了出来，他突然停下了动作。以前也见过不少名字带源的人，但没一个是他要找的那位。可这一次感觉完全不一样。阿金猛地坐了起来，盯着屏幕仔细核对，如果年龄对得上，如果身高也差不多。看着资料卡上的数据，阿金彻底愣住了。2岁的年龄差，还有这熟悉的身高，难道真的就是他？这声音，这模样，简直跟记忆里一模一样。阿金这下
彻底确定了，这就是他一直在找的那个人。原来这么多年，志源真的没有放弃梦想，他真的做到了。当初随口说的一句“等你出道，我就去找你”，没想到阿金真的记了这么久。虽然他可能早就把阿金忘了，但这个约定他算是守住了。严志贤这边也炸锅了，他看着手机屏幕，半天没反应过来，他随手把手机扔在桌上，显然心情糟糕透了。因为消息里那个新出道的偶像竟然也叫志源，更要命的是严志允还在那哪壶开题那壶，问他这名字是不是有点眼熟？这何止是眼熟，这根本就是严志贤以前在娱乐公司当练习生时的艺名。舞台上的志源虽然出道比别人晚，但他比谁都要努力，只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粉丝。看着屏幕里的他，阿金也下定了决心，既然工会已经建好了，那就必须全力以赴。他正式加入聊天群，准备从零开始开启这段全新的旅程。结果刚进工会领地，所有人都傻眼了，这哪里是基地，简直就是个破烂草堆。攀登者盯着这片荒地半天没回过神，恰鲁也忍不住吐槽，这种一级工会休息室他也是头一次见。看着眼前这破烂仓库，恰鲁肠子都悔青了，早知道就不解散以前的工会了。攀登者却看得很开，与其费劲去救一个死掉的工会，还不如彻底重新开始。新工会成立后，虽然真相慢慢浮出水面，但当初带节奏的人却装死不道歉。阿金气得拍桌子，可网上的热度说散就散，根本没人在意真相。有些误会只能交给时间，但眼下还有更棘手的事。工会成立快1周了，虽然已经在到处招人，但阿金心里很清楚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路克西斯主动留了下来，还说以后就拜托会长了，这让阿金心里暖暖的。紧接着奥扎雷拉也加入了，甚至连等级超高的克拉克奥特也跑来凑了个数。本以为工会这下要起飞了，结果招人到这儿就断了层。看着空荡荡的成员名单，阿金这才发现自己想的太简单，现实远比计划要残酷得多。现在的工会才1级，要啥没啥，连最基本的工会活动都参加不了，想要真正做大做强，这路还长着呢。说白了，现在的工会要啥没啥，想冲排名根本就是做梦。克菲尔也跟着泼冷水，直言这事儿没那么容易。阿金听完更坐不住了，光靠现在这几个人肯定不行。他意识到不能总依赖别人，必须得亲自去招点新成员，但要是还用恰鲁那个身份，估计大家见了他都要绕道走。没办法，他只能掏出那个压箱底的秘密小号，换上这身可爱的行头，这下谁还能认出他是谁？就在这时，迷失之城的副本大门缓缓开启，布鲁米的第2个备用账号也参与任务。副本进度慢得像蜗牛，严志贤一边刷任务一边吐槽，这届队友实在带不动，回回都得在后面拖后腿。就在这时，阿金开着小号凑了过来，问他要不要加入工会，还一个劲儿的推销。结果严志贤压根不领情，直接让他吃了闭门羹。他只想当个高冷的独行侠，觉得这种社交麻烦的要死，甚至连对方的追问都直接无视。可真把人给气走了，他心里反而有点不是滋味，怎么到头来被无视的竟然是自己呢？大号已经有工会了，阿金这一句话直接把天给聊死了。严志贤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心想这工会招人得有多难。副本刷完，大家原地解散，可任务还没做完，严志贤只能继续排队。谁能想到刚进第3轮副本，迎面撞上的又是阿金的小号，这缘分也是没谁了。严志贤心里直犯嘀咕，这大下午的难道真没别人了？还是说这姑娘是专门在这儿蹲点，就为了把自己拉进工会？算了，想这么多干嘛？反正跟我又没关系。阿金这招人镜头也是没谁了，一边打着高难度副本，一边还在公屏疯狂刷广告，这操作简直让人看傻了。严志贤被吵得头都要炸了，满脑子都是那些招人词儿，这哪是来打本的，简直是来搞推销的。队友终于忍不住爆发了，直接在聊天框里叫他闭嘴，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。剩下的路程谁也没再说话，副本总算是顺利打完了。可严志贤却发现不对劲，明明刚才还觉得他烦得要死，现在脑子里却全是那个身影。两人在主城再次相遇，谁也没有先开口。严志贤现在只想求清静，让那些麻烦的人赶紧走开，他真的不想再捡什么麻烦回来了。工会频道里倒是聊得火热，奥扎雷拉提议把小号都拉进来，布鲁米和恰鲁也跟着凑热闹，反正现在缺人，先凑个数再说。朋友这时候突然发来私信，问严志贤为什么不把小号加进来，他只想在开小号的时候躲个清静，结果还被吐槽不像个称职的副会长。没办法，他只能打开成员名单，看看大家到底都开了多少小号。结果翻着翻着，他的手突然停住了，屏幕上的一个名字让他整个人定在原地。名单上那个叫菲利亚的号等级高得离谱，朋友随口解释了一句，说那是会长的副号。严志贤听到这话，整个人瘫在椅子上直叹气。另一边计划已经开始了，布鲁米给会长发去消息，让他先别管新人的申请，剩下的事情交给他们来处理。阿金本来还在纳闷，到底会有谁想加入这个工会，结果手机屏幕一亮，他整个人都愣住了。申请列表里居然有19个人，这大半夜的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？阿金看着那一长串申请名单，心里直犯嘀咕，这些人的等级跟布鲁米他们比起来差远了，难怪之前被告诫千万别急着通过申请，看来这批新人的实力确实有点不够看。他决定先把这事放一放，等会儿找布鲁米问个清楚。入夜之后，工会据点里依然亮着灯，虽然只是个破旧的小木屋，但今晚的气氛却不太寻常。恰鲁看着满屏的申请，忍不住感叹，今天想入会的人实在是多得离谱。布鲁米也跟着点头，这阵仗确实少见。
布鲁米突然收到一个奇怪的要求，要把工会模式改成私密。恰鲁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他预感到这工会怕是要变天了。结果刚改完设置，耳边全是叮叮当当的提示音，申请入会的人像潮水一样涌进来，工会频道瞬间就炸开了锅。恰鲁整个人都看呆了，大家好像都是冲着布鲁米来的。就在这时，攀登者也终于上线了。布鲁米在一旁解释说，这些人其实全是攀登者的朋友，有他认识的，也有他没见过的。可恰鲁心里更纳闷了，既然大家都是朋友，为什么还要特意开启私密模式？这逻辑根本说不通。恰鲁疑惑地问，这些人难道都是开大号来的？攀登者冷笑一声，怎么可能？放眼望去，全是清一色的小号。计划突然变卦了，攀登者低声解释道，原本打算让工会多开几天，好吸引更多人的注意，但现在看来已经完全没这个必要了，毕竟该知道的人现在恐怕全都知道了。看着对方还没反应过来，攀登者试探着问，你难道还在担心之前那个怪胎的事吗？结果恰鲁摆了摆手，语气倒是挺轻松，放心吧，那件事我早就没放在心上了。但他们不是双重工会吗？毕竟在游戏里脚踏两条船可是大忌，一旦被发现同时加2个工会，基本上就离被踢不远了。毕竟谁也不希望自家情报被泄露给对手。梦行者也在一旁提醒，这种行为不仅会泄露消息，还会导致工会成员不活跃，甚至出现挖墙脚的情况。可就在这时，对方却说出了一个潜规则，其实大家都会偷偷开小号去帮工会刷等级，这在圈子里早就不是秘密了。毕竟现在招人这么难，不用点手段根本行不通。最后对方还不忘补上一刀，你都玩了这么久游戏了，居然连这都不知道吗？恰鲁这下彻底懵了，他显然没料到局面会变成这样。另一边布鲁米简直是人气王，刚一露面就被热情的玩家们围了个水泄不通。再看看这工会仓库，简直可以用寒酸来形容，空荡荡的，连个像样的东西都没有。攀登者赶紧出来打圆场，向大家介绍这位就是我们的会长。可尴尬的是，恰鲁看着眼前这一堆人，一个也认不出来。要是被原来的工会发现，你们可就彻底没法混了。恰鲁还是有些担心，毕竟这种事一旦闹大，后果谁也承担不起。布鲁米倒是很淡定，只要把工会设成私密状态，外人根本不可能知道，大家只要管好自己的嘴，就能神不知鬼不觉。看着频道里的聊天记录，恰鲁这才发现，原来靠小号刷等级早就成了圈子里的常规操作，只要没证据，谁也拿他们没办法。看着这群老油条，恰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合着闹了半天，只有他这个会长还在老老实实担心违规。聊天频道里正闹得不可开交，有人因为脚踏2条船被踢了，结果对方还理直气壮，反过来质问工会为什么要这么严格。看着这些言论，恰鲁心里这道坎还是过不去，毕竟在他看来，这样做就是在欺骗原本的工会长，这种违背原则的事他实在没法当成理所当然。大家都在一旁看着，谁也没想到恰鲁居然会这么认真。看着大家一副无所谓的态度，恰鲁感觉自己的三观都要碎了，这种强烈的冲击感让他整个人都陷入了混乱。布鲁米突然发来私信，想让恰鲁先暂时离开房间，紧接着房间里的人影刷的一下全没了。攀登者赶紧出来打圆场，让剩下的人别太介意。原本的工会频道里瞬间变得冷冷清清，大家都在纳闷刚才还热热闹闹的人群怎么转眼就没影了。而另一边新工会的聊天群里，却因为这波新人的加入彻底炸开了锅。看到前工会副会长的回复，阿金心里的大石头总算落了地。既然对方都说没关系，那他也没必要再纠结下去。看着布鲁米他们这么积极，阿金索性决定当个甩手掌柜，毕竟这群人都是资深老玩家，只要让他们放开手脚去干，工会升级还不是分分钟的事。就在这时，布鲁米给他发去了消息，说大家已经彻底谈好了，看来这波秘密行动已经得到了所有人的默许。为了让工会快速壮大，大家决定给小号开绿灯，但前提是必须约法3章，不仅要得到原工会的许可，还得在工会频道里保持沉默。布鲁米也想到了应对办法，打算私下建个聊天室，专门用来组队和刷任务，这样既不破坏规矩，也能保证大家的日常活动。恰鲁虽然嘴上说没问题，但心里很清楚，为了帮他解决麻烦，布鲁米这次真是费了不少心。他更担心的是，那些被限制的朋友会不会有怨言。攀登者在一旁叹了口气，说大家确实挺不爽的，毕竟谁也不想被当成外人看。禁言这种事还好说，但让那些有头有脸的大佬去向原会长低头请示，这面子上确实有点过不去。布鲁米赶紧解释，这并不是在故意刁难，只是希望大家在行动之前能把事情先交代清楚。但这套方案到底能不能行，谁心里也没底。恰鲁看大家这么纠结，打算自己出面去跟那些工会谈谈，只要知道对方是谁，他愿意亲自去把这事儿平了。结果布鲁米一口回绝，觉得完全没必要做到这一步。攀登者更是直接泼了一盆冷水，说他现在跑过去求原谅，只会让自家工会显得更卑微。这话虽然听着刺耳，但恰鲁仔细一想，确实是自己考虑不周，只能尴尬地承认对方说的对。看着气氛有点僵，布鲁米忍不住埋怨攀登者说话太冲，结果这家伙还一脸不服气。阿金现在满脑子都是挫败感，觉得自己总是在关键时刻做错决定，甚至开始怀疑大家是不是已经讨厌他了。就在他钻牛角尖的时候，布鲁米突然发来一条消息，问他今天的每日任务做了没。这一句话直接把他从低落的情绪里拉了回来。看着布鲁米那副温柔的样子，
恰鲁还有点不敢相信对方居然会主动找他说话。布鲁米轻声安慰他，让他别把今天发生的事放在心上，毕竟大家在做决定之前确实没有跟他好好商量过，就连一向毒舌的攀登者这次也难得的承认了错误。看来在大家心里，恰鲁从来都不是什么累赘。布鲁米笑着提议，不如一起去做任务散散心。看着他温柔的样子，恰鲁整个人都愣住了。这一刻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好像真的已经彻底喜欢上布鲁米了。另一边，大家也开始按照计划行动，纷纷向员工会会长说明情况。没成想过程出奇的顺利，不仅没人反对，甚至连一个受罚的都没有。因为受不了那些突然冒出来的死规矩，不少人干脆直接退出了，甚至有人为了图个清静，连大号都直接搬到了 Lunalo。不过大家这么做可不是因为好心，纯粹是想省掉那些没必要的麻烦。此时的恰鲁正忙着装修工会小屋，看着这已经升到7级的地盘，心里总算踏实了一点。就在这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会长，恰鲁下意识地回过头，没成想出现在眼前的竟然是布鲁米。也就是从这一天起，阿金身上发生了2个巨大的变化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布鲁米的组队邀请就发了过来。一旁的攀登者刚想说点什么，却已经来不及了。要说阿金身上的变化，第一个就是每天都陪着布鲁米，两人几乎形影不离地刷任务。而这第2个变化就更让人意想不到了，他竟然不再模仿多镇说话了。以前为了那个叫 Sunshine 的人，他不得不戴上面具演戏，可现在支撑他演下去的理由没了。他也终于意识到假装别人到底有多累。看着阿金突然变回了自己，工会里的伙伴们全都愣住了，甚至还担心他是不是压力太大。毕竟现在的他跟以前那个高冷的形象简直判若两人。不过对于阿金来说，能这样坦诚地面对布鲁米，或许才是他最想要的开始。其实在他心里一直藏着一个简单的愿望，那就是想和布鲁米再多靠近那么一点点。阿金最近有个小心思，他特别想跟布鲁米拉近关系，毕竟在这个游戏里多一个朋友总没坏处。攀登者倒是挺忙活，一边重新装修房间，一边还计划着工会招人的大事。看这家施工会很快就要升到满级了，阿金在旁边看得透彻。这几个人凑在一起，估计又要开启戴飞模式了。可阿金现在却犯了难，他想送布鲁米一点礼物表示心意，结果上网一查，整个人都沉默了。对方不仅不收优惠券，还是游戏里数一数二的大金主，随手买个道具都是天价。这下尴尬了，大佬什么都不缺，自己这点家底根本拿不出手啊！就在这时，游戏里1年3次的重磅活动闪耀之时正式开启了。虽然大部分人挖出来的都是垃圾，但只要运气爆棚，就能拿到那个价值25万的稀有券，也就是传说中的闪耀坐骑。这玩意儿不仅能飞，还是全服顶尖大佬的标配，只要骑上它，那牌面简直拉满了。阿金盯着屏幕，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，要是能把这个送给他们当礼物，那关系肯定能突飞猛进。这要是送2个，那可是整整50万啊！阿金现在彻底陷入了纠结，虽然价格贵得让人心疼，但这种级别的礼物确实是诚意十足。到底要不要为了这份交情，狠狠地破费一次呢？阿金突然冒出个念头，既然买不起，那干脆自己去挖不就行了？虽然中奖概率低得离谱，但万一运气好呢？他赶紧点开预览，想看看这坐骑到底长啥样。结果这一看，他直接定在原地，这颜值确实让人没法拒绝。可画面一转，气氛突然变得压抑起来，那些刺眼的话语不停在脑海里回荡，说他自私，说他从头到尾只顾着自己。时间已经到了8月16号，严志贤还是没能睡着，他睁着眼盯着天花板，心里显然乱成了一团。凌晨4点05分，整个房间静得可怕，只有空调还在不知疲倦地响着。这种滋味最难受。他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怎么待着都不对劲，那种压抑的感觉快要把他整个人吞没了。就在这时，他猛地坐起身来，像是突然想通了什么，又像是被什么声音惊动了。黑暗中传来了动静，深夜的寂静被彻底打破。严志贤打开电脑，登录了那个消失已久的账号，屏幕上的消息瞬间炸开了锅。谁也没想到，在这个时间点，这个名字居然会再次亮起。严志贤现在的状态并不好。就在这时，游戏里的世界开始运转，恰鲁的身影出现在画面中。恰鲁正偷偷摸摸干大事呢，结果一抬头，布鲁米居然就在身后，这下把他吓得够呛。布鲁米问他是不是在做活动，恰鲁只能尴尬的打哈哈，说是随便玩玩。没想到布鲁米直接发来组队邀请，说要帮他一起找。这下恰鲁彻底慌了，要是布鲁米帮了忙，那这份惊喜礼物还怎么送出去？他赶紧找借口拒绝，甚至说自己马上就要下线了。结果布鲁米当真了，以为是自己在这碍事。看着布鲁米失落的样子，恰鲁这下真是越解释越乱。惊喜还没送成，先把气氛搞僵了。恰鲁打完招呼就下线了，只剩下布鲁米一个人留在黑漆漆的森林里。屏幕前的严志贤多少感到有些失落。到了第2天下午，恰鲁突然发来私信，说这几天都没法上线做任务了，让布鲁米自己先玩。严志贤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，他顺手查了一下对方的位置，发现恰鲁居然在一个平时根本不会去的偏僻海滩。难道说他还在为了那些发光的石头一个人到处奔波吗？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，虽然嘴上说着随他去，严志贤还是忍不住打开了电脑。已经是18号的早晨了，恰鲁居然还在那个荒凉的花园里，那个地方平时根本没人去，难道为了那个坐骑他连觉都不睡了吗？系统提示弹了出来，问他要不要直接传送到恰鲁身边。严志贤的手停在了半空，他想起恰鲁之前拒绝的样子，
说他一个人完全没问题，最后还是点下了取消。算了，还是别去打扰他了。他站起身准备离开，可就在这时，屏幕上的坐标又变了，恰鲁已经移动到了花园的更深处，鼠标声响个不停。严志贤盯着屏幕，一遍又一遍地刷新好友列表，就为了看那个人还在不在。突然他猛地停下手，整个人僵在椅子上，他自嘲地问了一句：我到底在干什么啊？阿金这回是真的拼了，整个人已经到了极限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好累。但这可是活动的最后一晚，谁都不想在这时候掉链子。另一边的严志贤也正盯着屏幕疯狂操作，攀登者刚一上线就被路人调侃，怎么今天又是单排，没带上那个跟屁虫布鲁米。结果一转头，布鲁米正坐在长椅上发呆。攀登者随口回了个挂机，其实心里一直在犯嘀咕，是不是自己之前说话太重，让会长彻底不管工会装修了。布鲁米倒是看得开，觉得会长只是太忙了没空管。现实里的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距离活动结束只剩十几分钟。严志贤现在心里乱成一团，总觉得会长最近不露面，全是因为自己的原因，甚至还动了心思，想干脆帮他弄一个算了。可转念一想，又开始在那自我拉扯，觉得自己没必要做到这份上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眼看就要到午夜12点，随着系统的一声提示，活动正式宣告结束。本以为这事就这么翻篇了，结果屏幕上突然弹出个消息，恰鲁竟然主动发来了组队邀请。恰鲁这回可算是扬眉吐气了，刚进组就甩出一个重磅炸弹，居然是那个稀有的坐骑兑换券，大家都看傻了。谁能想到他运气这么好，随便逛逛就能捡到这种宝贝？结果攀登者在一旁忍不住吐槽，大半夜特意把大家拉进组，难道就是为了显摆这一项吗？这哪是在显摆啊！恰鲁直接把那张珍贵的兑换券递到了布鲁米和攀登者面前，说这是给他们两个人的礼物。布鲁米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不明白为什么要送这么贵重的东西。恰鲁解释说，是因为大家帮他一起建立了工会，一直想送份大礼表示感谢，可惜翻遍了也只找到这一张。看着屏幕上的这些话，现实里的严志贤彻底沉默了。原本以为对方是在炫耀，没想到小丑竟然是自己。这份突如其来的真心，让他一时间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。严志贤心里很清楚，恰鲁能做到这一步，背后藏着的是一份久违的真心。攀登者这小子倒是挺实在，拿了兑换券就开始盘算，是不是卖了钱大家一起分。恰鲁大方的让人意外，直说让他随便怎么处理都行，交代完就赶紧下线溜了。这下布鲁米看不下去了，吐槽攀登者连假装客气一下都不会，结果攀登者还挺理直气壮，觉得自己哪得一点毛病没有。布鲁米还在那儿感叹，当初为了帮恰鲁，大家确实费了不少劲，结果攀登者这小子转头就打算把礼物给卖了。可就在这时，布鲁米突然发来一个交易请求。镜头转回现实，阿金总算能睡个安稳觉了，压在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，只有严志贤还坐在床头盯着手机屏幕发呆。严志贤独自盯着手机屏幕，满屏的爱心和粉丝的留言，在黑暗中显得格外刺眼。那句大家都在等你，此刻却像是一道无形的枷锁，让他感到莫名的压力。这种被过度关注的窒息感，让他甚至不敢再多看一眼，只能关掉屏幕，试图把所有的嘈杂都隔绝在外。阿金刚想洗把脸清醒一下，结果一抬头，正好跟家里人撞个正着。男人一脸不可思议地问：“你该不会才刚起床吧？这都下午5点了，连饭点都错过了。”阿金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，男人也没多纠结，交代了一句要出门，让他帮着跟老妈打个掩护。他一边吃着东西，一边刷起手机里的视频，看着志源在那儿挑食的样子，简直是最好的下饭神剧。刚才那点郁闷一下子全没了。阿金刷手机的时候，突然刷到了严志贤的视频，这不是那个超级大明星吗？看着屏幕里闪闪发光的他，阿金忍不住感叹，这家伙的人生简直像开了挂一样精彩。不过视频里提到一个词，说他竟然连 Bible 都不看，这到底是个什么来头？好奇心驱使下，阿金赶紧上网搜了一下，原来这是一款能跟偶像1对1聊天的软件。这种追星神器，阿金还是头一回听说。要是志源也有这个软件，那该有多好！话音刚落，手机突然叮的一声，布鲁米的消息跳了出来，问他什么时候登录。他赶紧回了个表情包，迫不及待的登录游戏，心里全是期待。恰鲁终于上线了，活动总算结束，这下又能和布鲁米一起做任务了。可当他推开工会大门，眼前的景象却让他整个人愣住了。大家都在，但这气氛明显有点不对劲。恰鲁主动上前打招呼，结果大家反应冷淡，场面一度非常尴尬。虽然他是名义上的会长，但这些成员全是攀登者带回来的大佬，双方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。说白了，人家倒不是故意排挤，只是压根没把他放在眼里。既然融不进这个圈子，他打算换身衣服就赶紧走，别在这里碍眼了。就在这时，同伴突然开口叫住了他。恰鲁心里咯噔一下，以为自己又做错了什么，整个人僵在原地不敢动。结果同伴盯着他看了半天，突然冒出一句：“你这身打扮挺有品味啊。”原来是这块面纱露了富，这可是价值不菲的稀有货。大佬们终于开始注意到他了，虽然社交的机会就在眼前，可他这个社恐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完全不知道怎么接话。就在这时，工会里又热闹了起来，新的人影出现在门口。快看，布鲁米又整了个大宝贝！这华丽的鲜花坐骑一亮相，全场都被惊艳到了。恰鲁在旁边看着，心里别提多满意了，这效果跟预想的一模一样，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。周围的人也都在感叹，这牌面确实没得说，衬托的她像个小仙女。有人好奇这得花多少钱，结果布鲁米随口一说，这是别人送的礼物，这下大家更酸了。不得不承认，布鲁米
这人缘真是没谁了。恰鲁悄悄凑过去问：“不是说好要卖掉吗？怎么自己骑上了？”布鲁米嘿嘿一笑：“没办法，这设计实在太漂亮了，根本舍不得放手。”恰鲁也没多想，随口说：“下次再送个别的礼物。”结果对方赶紧拦住他。布鲁米直言不讳：“那人的礼物他会搞定，让恰鲁别再费劲去挖宝了。”这下恰鲁才回过神，人家两个正谈恋爱呢，自己确实有点没眼力见了。本以为气氛刚缓和，结果谁也没注意到，一个阴沉的身影已经盯上了他们。全工会都以为那华丽的坐骑是攀登者送的，结果人家当场否认，这下气氛彻底尴尬了。攀登者语气里全是火药味，既然以前谁的礼都不收，这次为什么要破例？他越说越激动，甚至让布鲁米直接把东西还回去。布鲁米想息事宁人，说要把钱转给对方，结果这一句话直接踩到了马蜂窝。攀登者根本不在乎那点钱，攀登者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那个所谓的工会会长真的像他表现出来的那么单纯吗？布鲁米觉得在游戏里隐藏性别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毕竟大家都是为了保护自己。但攀登者却不这么看，他觉得对方不仅开了变声器，连性格都是故意演出来的，这种人设根本经不起推敲。他最担心的是布鲁米再次被人背后捅刀子，毕竟这种伤害受过一次就足够了。而且最麻烦的是，那个会长到现在还以为布鲁米也是个女孩子。布鲁米终于忍不住问出了口：“既然大家都在互相隐瞒，那我们之间真的能算是朋友吗？”没想到对方的回答冷得让人心寒，没必要对这种事太认真，每个人都有不想说的秘密。这番话听起来合情合理，却瞬间划清了界限，仿佛之前的陪伴都只是一场按部就班的排练。说到底，只要离开了这个游戏，大家就只是互不相识的陌生人。在游戏里，布鲁米是万人瞩目的焦点，可现实中的颜志贤早就对这个世界彻底失望了。他低声自言自语，再也没法相信任何人了。这种被背叛后的冷漠，就像一道无法跨越的墙，把所有人都挡在外面。可如果有一天他真的遇到了那个值得让他赌上一切去相信的人，他还会选择继续躲在面具后面吗？去年4月的时候，颜志贤把自己彻底封闭了起来，整整几天没下过床。直到那天，他重新登录了初中时的游戏账号，那个原本快被遗忘的世界，成了他唯一的避难所。虽然和工会里的人并不熟，但只有在这里，他才能感觉到自己还活着。就在这时，屏幕上弹出了私信，有人注意到他升级太快了。面对这份突如其来的关注，他只是沉默着，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。因为在游戏里玩得太投入，颜志贤做了一个他平时绝对不会做的决定，他居然主动加入了语音频道，试探着问了一句：“大家能听到我说话吗？”可到了第2天，他就发现工会里的气氛变了，大家看他的眼神明显跟以前不一样。他坐在电脑前，心里突然咯噔一下，难道他们认出我是谁了？果然，工会里已经有人在私下议论，昨天的那个声音听起来真的很像颜志贤。这下麻烦大了，他最想隐藏的秘密可能已经彻底暴露了。整整8天，他连游戏都不敢登，电话一个接一个，但他只想把自己彻底藏起来。就在这时，朱东焕直接找上了门，劝他干脆换个服务器，别再跟那些人纠缠了。可颜志贤却低着头说他想退游了。朱东焕觉得他想多了，仅仅是一次语音，怎么可能真的暴露身份？但这种被看穿的恐惧已经让他彻底崩溃，连面对屏幕的勇气都快要磨灭了。朱东焕劝他干脆换个服务器重新开始吧，只要彻底洗白身份，就没人能认出你是谁。为了守住这最后的避难所，颜志贤终于下定了决心。他不仅改了名字和职业，甚至连性别都彻底换了。就这样，曾经的那个账号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精灵女孩布鲁米。为了让伪装天衣无缝，她甚至在游戏里找了男朋友。她独自趴在电脑前，虽然保住了这个世界，但那个真实的自己却被她亲手抹掉了。她觉得网上的关系反正都是虚假的，所以骗起人来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。可她万万没想到，自己竟然在细节上栽了跟头。工会里的人开始嘀咕，布鲁米怎么天天都穿同一套衣服？在别人眼里，女孩子哪有不爱换装的？这种反常的行为已经让大家起了疑心，甚至连她在游戏里的男朋友都被人追着查户口，问你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，什么时候开始交往的。颜志贤觉得这事儿真麻烦，为了把戏演足，颜志贤直接使出了杀手锏，他把亲妹妹从未公开的照片拿来当成了游戏头像。朱东焕担心有人会去搜图查证，但他却一点都不慌，这种全网找不到原图的照片，随便他们怎么查。可就在他觉得万无一失的时候，工会里一个从没说过话的人突然跳出来夸他头像好看。这个叫恰鲁的家伙到底是谁？他为什么会突然盯上布鲁米？颜志贤现在烦得要死，明明只是想安安静静玩个游戏，结果还得陪这个所谓的会长去做什么无聊的日常任务。他在屏幕后白眼都快翻上天了。布鲁米一脸纳闷地问：“你干嘛一个人躲在角落里？”恰鲁赶紧嘴硬说：“这可不是在躲着，而是他的秘密基地。”布鲁米做事要走，问：“那我是不是该让你静静？”结果恰鲁立马就急了，小声嘟囔着：“别走。”他解释说，以前在阳光游戏里，工会休息室到处都是人，根本没机会像现在这样。布鲁米看着他，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。如果不舒服，去镇上待着不是更好吗？恰鲁询问：“不用带着攀登者吗？”气氛突然降到了冰点。布鲁米冷冷地丢下一句：“今天别带他了。”直接转身走人。这下可把恰鲁给整懵了，心说这两位祖宗该不会是吵架了吧？他主动凑过去认错，还保证以后绝对听话，再也不自作主张了，甚至连工会的决定权他都打算全部上交，只要布鲁米点头，他绝不乱动。布鲁米一脸问号，提醒他才是工会会长啊。可恰鲁现在只想老老实实待着，生怕再惹出什么乱子。看来他是真的怕了。
只要能让这位大小姐消气，让她干什么都行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热情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，原来是梦行者带着朋友刚好路过这里，大家正凑在一起闲聊。梦行者随口提了一句，说自己最近刚辞职，所以才有空到处乱逛。可还没等大家接话，他突然转过头看向一直沉默的恰鲁，语气自然的打了个招呼：“好久不见啊，恰鲁。”这一声称呼让空气瞬间凝固了，布鲁米整个人僵在原地。刚帮 NPC 解决完麻烦，恰鲁和布鲁米正顶着大雨往回走，气氛有点闷。布鲁米随口问了一句累不累，恰鲁摇摇头，却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憋了半天，他终于忍不住开口打听，在经历了这么多事之后，布鲁米和梦行者难道还是朋友吗？布鲁米倒是回答得很干脆，说他们早在进游戏之前就认识了，所以不管发生什么关系都不会变。听到这个回答，恰鲁心里咯噔一下，原来当初带布鲁米入坑的人竟然就是梦行者。他看着雨幕，心里莫名有些发酸，看来这两个人的交情远比他想象的要深得多。雨越下越大，恰鲁终于说出了心里话，他说现在只要见到梦行者，心里就堵得慌。布鲁米停顿了一下，他能感觉到这段往事伤得他很深。原来当年那场风波之后，梦行者走得极其绝情，没跟任何人商量，直接退群走人，只留下一个告别的表情包，就彻底消失在大家的视线里。主心骨一走，曾经辉煌的阳光工会一夜之间就彻底垮了。恰鲁怎么也想不通，明明大家都很珍惜工会，为什么那个人能走得这么头也不回？他曾经那么信任那个人，结果换来的却是最彻底的背叛。恰鲁低着头，声音里满是委屈。他说，因为梦行者不告而别，他觉得自己被背叛了。布鲁米沉默了很久，他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在意一个连长相都不知道的网友。他问恰鲁，你在现实里认识梦行者吗？恰鲁摇了摇头，既然现实里根本不认识，那这种所谓的背叛感到底是从哪来的？恰鲁询问他是不是生气了。布鲁米的声音越来越冷，他说自己没生气，只是想划清界限，因为恰鲁现在的样子让他觉得很不舒服。这一句话像冰水一样泼了下来，恰鲁愣在原地半天说不出话。屏幕外的他手指停在键盘上，彻底陷入了沉默。恰鲁彻底慌了，他在游戏里卑微到了极点，大声喊着只要布鲁米不躲着他，让他怎么改都行。他是真的急了，甚至直接表白说自己很喜欢他，求他千万别疏远自己。可布鲁米却异常冷静，反问他到底了解自己什么。恰鲁数着那些自以为是的了解，说他比自己小1岁，还说她是个善良的女孩。听到善良这2个字，布鲁米却冷笑了一声，他说在网上装好人谁不会呢？恰鲁并没有被那些冷话吓退，他轻声说其实自己能分清什么是真心。他记得布鲁米明明讨厌人多的地方，却还是会为了他一次次出现在工会休息室，甚至在他因为害怕别人的眼光不敢一个人去做任务时，他就像个守护者一样一直默默陪在身边。雨水顺着发间滴落，恰鲁看着眼前的女孩，语气变得非常坚定。他说自己其实想了很久，所以他了解布鲁米的程度可能远比他想象的要深。布鲁米突然开口，丢出了一个重磅炸弹，他说自己其实是个男的。恰鲁第一反应是他在开玩笑，想缓和一下现在的气氛，结果对方一脸认真，完全不像是在撒谎。这下恰鲁彻底凌乱了，连世界观都开始崩塌。还没等他缓过神来，布鲁米交代完要保密，竟然直接走人了，只留下他一个人在雨里，怀疑这到底是不是真的。手机屏幕始终没亮，阿金等了半天还是没等到任何解释，看来事情已经很清楚了，布鲁米其实是个男生。这个秘密就像一道墙，把2个人的关系彻底隔开了。他之所以选择坦白，就是为了划清界限，因为他知道恰鲁的心意，但他给不了同样的回应。可事实真的只是这样吗？阿金一个人坐在阳台，脑子里全是那些关于信任的话。既然说不要轻易相信别人，那为什么还要把那个秘密说出来？手机突然响了，是恰鲁发来的消息，只有简单的几个字：我们需要谈谈。看来有些事情终究是躲不过去的。严志贤心里很清楚，秘密一旦说出口，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。他见过太多自以为是的人，总觉得能看透别人的心思，可现在他开始怀疑自己当初为什么要选择信任。阿金盯着手机屏幕，发出去的消息始终没有回应。布鲁米已经彻底失联好几天了，这种死一般的沉默让他心里越来越没底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想发消息又不敢发，这种纠结的感觉谁懂啊？阿金在对话框里写了又删，最后想发个表情包算了，结果手一滑，坏了，电话竟然拨出去了。这下真是大型社死现场，赶紧挂断，解释说是按错了。可万万没想到，消失了好几天的布鲁米竟然在这个时候秒读了消息。既然一直都在看手机，为什么之前要装看不见呢？明明已经读了消息，结果还是没回。阿金这下彻底心凉了，难道自己又让他觉得不舒服了吗？既然这样，那就干脆把话说清楚。他发了最后一条消息，打算以后再也不去打扰他了，这段关系恐怕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可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，手机突然响了，居然是布鲁米主动打了过来。这下轮到阿金懵了，难道他也跟自己一样是不小心按错了吗？看着不停跳动的屏幕，到底要不要接呢？反正声音早就听过了。阿金把心一横，直接按下了接听键。他试探着问：喂，是你吗？布鲁米。对面没有任何回应，紧接着电话就被挂断了。正当阿金一头雾水的时候，手机屏幕亮了，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：我明天会上线。此时的严志贤正一个人待在漆黑的房间里，他其实只是想确认一件事，还好听声音他没在哭。
妈妈的消息准时送到，问成绩是不是今天出来。这压力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。讲台上老师开始点名，一个接一个，终于轮到了阿金。老师笑着说：“恭喜你又是全班第一。”底下同学全在小声议论，羡慕的不行。可他心里却没半点高兴。那时候的他还太年轻，根本不知道这才是麻烦的开始。在外人眼里他是拿第一的学霸，可阿金心里清楚，自己正变得越来越糟糕。妈妈那句“我就知道你能行”，听着是夸奖，其实是压得他无法翻身的枷锁。好在现实再难熬，游戏里总能换个活法。兜镇这次果然没食言，布鲁米一上线，周围立刻热闹了起来。看来今天又是个不一样的开始。恰鲁主动凑过去打招呼，结果对方只是冷冷的回了一句，这气氛简直尴尬到了极点。恰鲁现在心里乱得很，既然答应了兜镇不乱跑，他就真的什么都不敢做。整整一天，他不是在装修工会房间，就是在仓库里整理物资。他把自己关在工会里，以为这样就能躲开麻烦。恰鲁抱着一堆药水，心想这地方反正也没人用，拿一点阴该没关系吧。他正打算偷偷溜走，结果刚一抬头，整个人就定在了原地。队友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，正蹲在柜子上死死盯着他。他推了推眼镜问：“你在这干嘛呢？”恰鲁赶紧随便编了个借口，说自己只是在整理仓库。没想到队友听完直接笑喷了。既然是公用物资，那他以后是不是能随便拿了？恰鲁这下只能硬着头皮点头。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队友突然发出了邀请，问他要不要一起去刷任务。一提到布鲁米的名字，恰鲁这下彻底坐不住了。恰鲁最后还是点了头，决定跟着队友一起行动。而另一边的布鲁米正一个人躲在窗边发呆，看起来心情不太好。就在这时，攀登者悄悄走到了他身后，他开口问了一个让人意外的问题。虽然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，但他还是想确认一下攀登者到底还想不想换工会。这突如其来的提问让气氛一下子变得微妙起来。攀登者本来还想跟着一起走，结果布鲁米一开口，直接让他愣在了原地。他说这次要走只有攀登者自己一个人。攀登者这下急了，开始疯狂翻旧账，说这里还有这么多朋友，他一个人留下来能干嘛？他甚至提到了最尴尬的那件事，会长一直以为布鲁米是女孩子，结果最后发现竟然是个男的。这种性别反转的打击，换谁都受不了，更别说以后还要怎么相处。可布鲁米却表现得很冷静，他说这些麻烦他会自己处理，毕竟玩游戏嘛，本来就该是为了开心。布鲁米还在游戏里纠结呢，现实这边的阿金却被突如其来的敲门声吓了一跳。兜镇推开门，问他要不要下楼吃炸鸡，本以为答应一声就没事了，谁知道兜镇根本没打算走，竟然直接迈步走进了房间。兜镇直接凑了过来，当场把阿金抓了个正着。他一脸无奈地问：“你怎么还在玩这个游戏啊？”阿金正心虚的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结果兜镇的注意力突然跑偏了，他盯着屏幕上的高等级玩家，整个人都看傻了。阿金表面上在随口应和，心里却慌得不行。兜镇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，突然眉头一皱，读出了那个陌生的工会名字。他一脸嫌弃地问阿金：“你怎么会在这种没名气的小工会里？以前那个顶级的阳光工会呢？”面对兜镇的追问，阿金终于还是坦白了，那个曾经热闹的工会已经被他亲手解散。本以为气氛会变得沉重，没想到兜镇只是淡淡应了一声，甚至还催他赶紧下楼吃饭。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阿金想起他以前说过，没必要在陌生人身上浪费感情。他说要把自己的账号借给他玩，他还是那副自大的样子，说没有他在，工会根本撑不下去。但这句听起来很臭屁的话，却让阿金的心里泛起了一丝不一样的波澜。兜镇其实一直很在意那个工会，阿金也感觉到了，明明大家还在同一个工会，可布鲁米出现的时间却变得越来越少。深夜里，阿金一个人对着手机发呆，这种若即若离的感觉让他心里乱糟糟的。虽然知道了那个人的秘密，也发现自己并不了解他，但有一点他很确定，即便如此，他还是没办法讨厌他。手机突然响个不停，工会的人居然提议要专门开一个语音频道，这让阿金觉得有点反常。毕竟在以前的工会里，那些大佬从来不进公共频道，他一直以为人家早就背着自己建了小群。结果聊着聊着，他才反应过来，对方这是想钻空子，把语音频道当成新的聊天室。还没等他缓过神，攀登者又发来一条消息：“能不能顺便把副会长的位置也给我？”这一下，阿金彻底愣住了。攀登者说：“现在的会长和副会长真实性别跟游戏里全是反的。”这下阿金彻底尴尬了。他本来想拒绝对方的要求，可一想到要把烂摊子丢给别人，心里就觉得压力山大，最后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。冷静下来之后，他才发现一个细节，攀登者带进工会的这些人其实都是为了保护他，因为他知道恰鲁跟以前的工会闹得很僵，所以才特意找了靠谱的人来帮他撑场面。可越是这样，阿金心里就越不是滋味，大家都在处理，自己难道只能当个被带飞的累赘吗？要不惹是因该就能瞒过去吧。阿金现在只想当个透明人，可现实根本不给他机会。队友的话总在耳边响起，提醒他这个会长当得有多不称职。这种名不副实的压力让他越来越心虚。他盯着手机，犹豫了很久，最后还是给兜镇发了消息。他说大家都发现我是女生了，我想干脆承认算了，可万一大家顺藤摸瓜，发现我根本不是你，那该怎么办？社区论坛这下彻底炸开了锅，那个叫恰鲁的会长竟然真的是个女生。克菲尔
看着评论区里吵成一片，心里却在盘算另一件事。这个消息一出，工会里的局势恐怕要变天了。旁边的成员也开始担心，一旦那个新工会升到满级，肯定会有人想跳槽过去，到时候咱们工会可就被挖墙脚了。沃特倒是不以为然，觉得有自己在没人会走。可克菲尔却越听越烦躁，他觉得这简直就是养了一群白眼狼。咱们工会的人一直在帮他们升级，结果现在倒好，对方反而成了最大的威胁。克菲尔盯着屏幕，眼神冰冷。既然是女生，为什么不早说？非要等到工会解散了才跳出来？恰鲁这种行为，在克菲尔眼里简直就是不可原谅。梦行者还没反应过来，大家到底在聊谁，直到那个名字被提出来，那个神神秘秘的会长恰鲁，所有人都觉得工会解散是因为恰鲁把事情搞砸了。可梦行者却突然开口，他说：“你们都搞错了，工会之所以会散，仅仅是因为我离开了。”这话一出，大家都笑了。谁不知道梦行者当时是工会的招牌？同伴忍不住调侃他：“你还不是因为受不了会长的烂摊子，才选择退出的吗？”梦行者没有反驳，即便没有那场混乱，他也迟早会离开那个地方。这话一出，旁边几个人全听愣了。沃特反应过来后嘀咕着，仔细想想，他身上确实有种随时要走人的气质。克菲尔忍不住质问他：“难道你就不担心，你走了工会会直接散架吗？”结果梦行者回答得更干脆，他说自己当然知道。同伴赶紧追问：“那到底为什么要走呢？”梦行者的理由简单到离谱，他说只是因为没有留下的理由了。谁能想到一个曾经的副会长，竟然对工会的死活完全不在意？克菲尔转过身，这家伙真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。咱们把时间往回拨一点，看看恰鲁是女生的传闻到底是怎么传开的。当时有人出主意，干脆就说自己用了变声器。这话一传出来，同伴当场就炸锅了。谁能想到朝夕相处的队友，竟然一直藏着这么大个秘密？恰鲁低着头道歉，说自己确实瞒了很久。路克西斯只能尴尬的笑笑，如果早点知道真相，之前那些麻烦事估计早就解决了。大家都说早就看出来了，这下轮到恰鲁没话说了。原来那些女玩家当初主动靠近，就是因为早就看穿了真相。阿金伐，现工会之外的人，接受能力比想象中强得多。仔细想想，在游戏里也确实没刻意隐瞒。更奇怪的是，平时最爱八卦的论坛，这次竟然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恰鲁突然问了个私密话题，他说工会里的人是不是还不知道她是女生？同伴听完直接反问，需不需要帮他宣传一下？结果旁边的同伴补了一刀，说大佬们根本不在意会长是谁，除非是布鲁米突然变性，那才叫真正的重磅炸弹。恰鲁站在一旁没说话，同伴话锋一转，问恰鲁最近怎么不找布鲁米了？明明以前关系那么好。恰鲁沉默了很久，最后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，他说两人其实算不上朋友，布鲁米只是在照顾他而已。这话听得周围人都懵了，明明大家都看在眼里，他为什么要急着撇清关系呢？当初两人一起建了工会，在最困难的时候，布鲁米一直死死罩着他，大家都以为他们的关系肯定不一般。可现在情况完全变了，面对同伴的追问，恰鲁显得有些不知所措，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到底还了不了解布鲁米，也许是对方太忙了，也许是别的什么原因。恰鲁最后只能坦白，他现在也看不透布鲁米到底在想什么。就在这个平静的夜晚，论坛上突然扔下了一颗炸弹，一个关于性别的爆料贴，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这下是真的瞒不住了，消息传得比火还快，整个社区彻底炸锅。谁能想到这个一直隐藏的秘密，竟然会以这种方式被揭开？哪怕到了这一步，布鲁米还是像消失了一样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谁能想到恰鲁竟然在工会房间里再次撞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？看对方一动不动，恰鲁还以为他是在挂机，本想就这样悄悄离开，给彼此留一点空间。可就在这一天，整整3周的沉默突然被打破了。布鲁米终于再次开口，轻声叫了一句会长。这一刻，恰鲁等了太久，却也怕了太久，因为现在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。恰鲁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他以为布鲁米终于要摊牌了，甚至在脑海里已经演练了100遍对方宣布退会的场景。结果布鲁米开口第一句，竟然是问他最近有没有做日常。这种突如其来的家常话，让恰鲁整个人都懵了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接，气氛变得异常尴尬，两人就这样相对无言。就在这时，攀登者突然闪现了出来，打破了这诡异的沉默。他像是完全没察觉到不对劲，直接拉上布鲁米去打副本。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，恰鲁独自站在原地，心里空落落的。这种若即若离的感觉，比直接吵一架还要难受。曾经形影不离的关系，好像真的再也回不去了。特意找过来搭话，难道就是为了确认这么一点芝麻绿豆的小事吗？恰鲁觉得这简直太荒谬了，为什么还要表现出担心的样子？这种突如其来的关心，让恰鲁彻底乱了阵脚。看着游戏里这两个人关系好的让人有点意外，同伴笑着打招呼，还主动邀请他一起合影。回到现实里，严志贤一个人躺在床上，看着天花板出神。他终于肯对自己坦白了，虽然嘴上不说，但他心里确实放不下他。这下是真的陷进去了。严志贤最近为了恰鲁真是操碎了心，总觉得他在游戏里像个新手，让人一刻都放不下。这种感觉就像看着小孩在水边玩，总想冲过去拉一把。可他心里也清楚，恰鲁并不是真的小孩子，如果自己非要介入人家的生活，那也得做好让他走进自己世界的准备。看着手机里恰鲁的照片，一边嫌弃人家幼稚，一边又忍不住盯着屏幕看，最后连吃个零食都要算热量。游戏里的聚会总是这么热闹，布鲁米今天这一身打扮简直成了全场的焦点。大家正商量着去哪拍照，攀登者刚想凑个热闹，结果直接撞在了枪口上，
同伴一点面子都不给，嫌弃他这副打扮太碍眼，让他离镜头远点，免得坏了大家拍照的兴致。就在这时，工会频道突然炸锅了，有人疯狂刷屏求救，非要让会长赶紧过去带新人。恰鲁看到消息，连合影都顾不上了，打个招呼就要赶紧下线。看来工会那边出大事了。恰鲁这一走，原本说好的合影直接泡汤。攀登者刚换好一身新衣服，结果一转头，恰鲁人都不见了。大家都在私下嘀咕，会长最近对新人是不是太好了？甚至有人开始纳闷，这种连等级限制都没有的新手，到底是怎么混进来的？其实这事儿说来话长，前几天工会刚进了个新人，说是现实里的朋友，结果这哥们儿一进群，整个工会就没消停过，不仅在频道里疯狂刷屏要福利，还大半夜在群里发自拍，这种自来熟的性格确实让人有点招架不住。看着手机里满屏的消息，阿金现在最后悔的事，恐怕就是当初点了那个同意键。在游戏里最让高玩们头疼的就是那种到处要装备的伸手党，这种人一般没人愿意搭理，最后只能全甩给会长去头疼。这不，这个麻烦的新人又找上门了，一开口就打听恰鲁和布鲁米的关系，说是在网上刷到了布鲁米的视频，觉得他是个超级厉害的辅助。这哥们儿还挺委屈，说之前主动找布鲁米搭讪，结果人家根本没理他，他觉得布鲁米是在耍大牌。恰鲁只能尴尬的帮着解释，说人家可能只是太忙了。本以为闲聊几句就完了，谁知道这新人突然提议要去挑战那个低级副本。恰鲁随口问了一句看攻略没，结果这哥们儿理直气壮，说自己一个字都没看，打算让会长在副本里手把手教他。这甩手掌柜当的真是让人无话可说。恰鲁本来只想速战速决，结果这新人又开始整活了，非要拉着会长开语音。明明只是个简单的低级本，恰鲁觉得根本没必要，可还没等他把拒绝的话说出口，对方就已经自顾自连上线了。这种完全不听人说话的性格，确实让人挺没辙的。恰鲁只能无奈的跟了过去。严志贤点开语音频道想看看情况，结果发现里面除了那个新人，恰鲁竟然也在里面。这几个人凑在一起，接下来的副本怕是没那么简单了。副本打得正乱，新手又在前面倒下了，这种低级失误接二连三，局面简直没法看。布鲁米竟然在这个时候进了语音频道，可惜布鲁米这边麦克风关着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副本已经彻底宣告失败。结果那个新人更绝，丢下一句外卖到了就直接闪人。语音频道里瞬间只剩下布鲁米和恰鲁，为什么他还在这里？工会成员调侃他们两个是在约会吗？就在这时，语音频道里传来一声男音：“会长。”严志贤突然在语音里点名，吓得阿金差点从椅子上蹦起来。这还是他第一次听到布鲁米的声音，没想到现实里的声音竟然这么好听。严志贤关心地问：“是不是有人强迫你开语音了？要是觉得那家伙烦，千万别勉强。”阿金赶紧回答：“没那回事，我真的没事。”其实他本来是想拒绝的，但为了以后能管好工会，总得迈出这一步。既然大家都已经聚在一起了，只要能让工会热闹起来，比什么都强。严志贤还在纠结，问阿金是不是因为不懂拒绝，才被那家伙拉去开语音。结果阿金一句话就给他堵了回来，说自己想拒绝的时候从来不会手软。这下严志贤彻底尴尬了，想起自己以前也被拒绝过，合着半天全是自己在瞎操心，甚至还把人家当成没长大的小孩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冒出一句：“说正经的，我平时说喜欢什么或者谁全都是认真的。”气氛一下子变得有点微妙，还没等阿金反应过来，严志贤就找个借口先溜了。看着黑掉的头像，阿金心里也在犯嘀咕：这家伙刚才难道又是在担心我吗？阿金趴在桌子上，怎么也想不通，到底是因为他人太好，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？就在这时，游戏里传来了提示音，是布鲁米发来的消息，问能不能重新做朋友，甚至还附赠了一份珍贵的套装礼券。这明显是在主动求和了。看来之前的那些不愉快，对方也想彻底翻篇。严志贤盯着屏幕，沉默了很久，看着那行字，眼神里透着一丝复杂。恰鲁那边总算有了回音，新人像往常一样，打算去工会休息室找恰鲁，想商量一下刷副本的事。谁知道布鲁米突然冒了出来，直接当着新人的面截胡，非要恰鲁陪他。新人倒也大方，不仅没反对，还提议大家干脆开个语音。一听到又要开语音，恰鲁顿时压力山大，毕竟上次的经历还历历在目。可布鲁米却在一旁偷着乐，好像早就计划好了一样。看着这两个人，恰鲁心里直打鼓。这趟副本之旅怕是没那么简单。布鲁米的一番话让恰鲁总算明白了真相，原来新人最近没动静，是想学着自己去刷怪升级了。就在这时，布鲁米突然发出了邀请，问恰鲁要不要两个人单独组队去挑战那个高难度的副本。恰鲁本来还有点意外，毕竟布鲁米以前都有固定队友，结果一打听才知道，对方因为现实生活太忙，已经没空上线打本了。虽然只有两个人，打副本的速度肯定会慢不少，但恰鲁还是点头答应了。这种只有两个人的挑战，没准会有不一样的惊喜。恰鲁提议择日不如撞日，既然都聊到这了，干脆现在就把副本给清了。严志贤这下犯了难，毕竟他以前带队全靠打字，开语音对他这种人来说简直就是公开处刑。可恰鲁根本没给他拒绝的机会，直接发来了语音邀请。看着屏幕上的弹窗，他沉默了半天，伴随着一声清脆的提示音，两人还是连线成功了。耳机里传来了阿金的声音，问他能不能听见。严志贤只能硬着头皮回应，虽然这种交流方式让他很不习惯。
阿金有些不确定地问：“是不是麦克风声音太小了？”严志贤轻声回答：“没关系，这样刚好。”两人准备就绪，正式开启了这次语音组队。时间过得比想象中快，转眼3个月过去，当初随手成立的工会已经慢慢步入了正轨。这期间，恰鲁和布鲁米的关系突飞猛进，甚至经常私下开语音聊天。这种亲密程度让工会其他人都有些意外，但最让阿金纳闷的还是布鲁米的真实身份。毕竟布鲁米平时的上线时间实在是让人摸不清底细，工作日的白天居然一直在线。阿金忍不住开始琢磨，布鲁米到底是个不用上课的大学生，还是个在家办公的自由职业者？阿金发现，那个男人从来不聊自己的私事，甚至连问都懒得问一句。这种过分的边界感，让人觉得既安全又疏远。哪怕主动交代了自己休学的情况，对方也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，好像对屏幕后的人是谁根本一点兴趣都没有。在虚拟世界里，大家习惯了隐藏身份，谁也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。或许在他眼里，保持这种距离才是最合适的。可事情正在悄悄发生变化。严志贤看着手机里的聊天记录，恰鲁说自己正在吹头发，这让他忍不住开始联想，对方是不是留着一头长发？这种突如来的好奇心，让他第一次产生了想要了解对方的冲动。新人在工会频道里试探性的提了一个建议，既然别的工会都有线下聚会，那我们要不要也见一面？在严志贤的记忆里，那个女孩总是穿着校服，声音听起来很特别。就在这时，女孩大声喊着她的名字，说真的好想她。严志贤整个人都愣住了，果然是她，那个一直活在回忆里的人。女孩笑着说：“你可是我的本命，当然要来看你。”但严志贤心里却在发毛，这不对劲，他明明从来没有露过脸，他到底是怎么认出自己的？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，严志贤只想知道一件事，刚才的舞台他到底看没看？得到肯定的回答后，他刚想听听他的评价，结果还没等对方开口，工作人员就直接上来赶人。时间到了，请往后移。这冷冰冰的一句话，把严志贤想说的话全憋了回去。女孩只能边走边喊：“下次见面一定要把没说完的话告诉他。”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严志贤心里更乱了。有些话现在不说，可能就没机会了。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，严志贤猛地抬头，以为终于等到了那个人，结果一看根本不是他，原来只是声音有点像而已。严志贤自嘲地笑了笑，觉得自己真是个笨蛋，居然还在抱有幻想。他收起失落，换上一副营业的笑脸，认真给眼前的粉丝签名。这下他彻底认清了现实，这世界赏声音像的人太多了，那个人恐怕再也不会出现了。工会频道里突然有人提议，要不要搞个线下聚会？看到这条消息，阿金忍不住吐槽，这纯粹是新人才会问的问题。在他看来，顶级工会就像冷冰冰的工作室，大家各忙各的，根本不需要这种多余的社交。他觉得对方简直是个小白，可没想到居然真的有人回应说，听起来很有意思。既然工会现在人不多，不如大家找个机会直接线下见个面。这个面基的提议一出，大家连合照的样子都想好了，甚至想直接在群里发公告。同伴提议等那个叫 Upyoking 的人走了再说，结果没过2天，那个人真的退群了，走得干干净净。大家心里难免有些犯嘀咕，难道是因为工会太冷清，人家才觉得没劲吗？ Bomb Life 倒是看得开，说人家只是觉得无聊而已。可这种说散就散的感觉，还是让人心里空落落的。恰鲁还在心里纠结，要是当初能多帮帮那个人，结局会不会不一样？恰鲁正盯着屏幕发呆， Bomb Life 突然发来好友请求，还没等他点开，对方居然又秒撤回了。这下恰鲁彻底懵了，难道是对方手滑了？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郝燕的好友请求也跟着跳了出来。就在这时，工会频道里炸开了锅，有人直接把线下聚会的时间定死了，就在下周末。布鲁米突然跑来问恰鲁：“你肯定不会去参加聚会的吧？”这语气听着可不太对劲，他到底是在担心还是在试探什么？面对工会聚会的邀请，恰鲁还在犹豫不决。他总觉得这种场合自己应付不来，布鲁米却在一旁泼冷水，觉得去见一群陌生人根本就是浪费时间。恰鲁心里很清楚，他说的没错，虽然话不好听，但确实戳中了他的软肋。可谁能想到，恰鲁接下来的话才是真正的重磅炸弹。他盯着布鲁米问：“如果你不去参加聚会，那能不能单独跟我见一面？你想现实中见我吗？”恰鲁整个人都愣住了，本以为会被一口回绝，没想到对方答应的这么干脆。布鲁米有点不解地问：“为什么要单独见？反正又不会改变什么。”可回到现实里，阿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完全不知道见了面该干什么。难道只是因为好奇吗？万一除了游戏，两个人根本没话聊怎么办？毕竟连游戏里的观点都经常对不上。阿金一个人躺在床上，心里还在犯嘀咕，刚才是不是又让他尴尬了？就在这时，手机消息突然刷屏，工会群里为了聚会的事已经彻底聊嗨了，连平时最宅的那几个，这次居然都说要去，这下热闹了。有人在群里问会长和布鲁米去不去，阿金盯着屏幕，犹豫了半天也没敢给个准话，只说自己还得再想想。其实他心里挺想凑这个热闹，可一想到布鲁米，他又开始打退堂鼓了。万一对方根本不想见他，那这聚会去了不就更尴尬了吗？手机突然响了，一个叫金会员的人发来消息，问阿金是不是当年的老同学。他坐在床上愣了半天，这个名字听着耳熟，可一时间就是对不上号。直到对方提起初3、6班那个戴着眼镜和牙套的影子，才终于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。对方说最近在筹备同学聚会，想把大家都叫回来坐坐。聚会这2个字让阿金心里咯噔一下，那些以为早就忘了的人，竟然一个接一个冒了出来，说不想念是假的。下周6的邀请就在眼前，到底要不要去？
阿金盯着手机屏幕，犹豫了很久，还是按下了发送键。连老同学的聚会都不敢去，又哪来的勇气去参加什么游戏面基？刚才那些纠结和期待，现在看来简直就像个笑话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嘈杂声，是妈妈的朋友们来了。阿金整个人都僵住了，还没来得及躲进房间，对方的声音已经到了门口。这副邋遢的样子，要是被撞个正着，那可就真的没法见人了。阿金躲在柜台后面，本想着等这群阿姨走了就好，可听着外面的动静，他犹豫要不要主动打个招呼。结果还没等他露面，外面的闲话已经传进来了。这群人开始嚼舌根，打听他是不是还赖在家里啃老。当初那个聪明优秀的大女儿，现在怎么成了这副样子？是没找到工作，还是书读不下去了？听着他们拿自己去衬托别人家孩子的优秀，阿金将在阴影里一动也不敢动。这些话像针一样扎过来，原本想打招呼的念头彻底烟消云散。外面的议论还没停，阿姨们叹着气说，难怪阿金的妈妈最近都不提女儿，摊上这种事谁都头疼。这些话一字不落地传进耳朵，原来在别人眼里，她的存在已经成了妈妈这辈子最大的污点。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这个念头在脑海里炸开，他一把抓起手机，心里只有一个声音，必须改变，必须走出这间屋子去面对世界。如果继续躲在阴影里，那些流言蜚语就会像毒药一样，把无辜的家人也一起拖下水。为了不让家里人再跟着受罪，这一次他真的打算豁出去了。严志贤猛地惊醒，拿起手机，聚会地点就在附近，群里大家都在讨论穿什么。阿金还是在群里发了拒绝的消息。严志贤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总觉得他的状态好像有点太反常了。仔细回想一下，他最近确实一直无精打采的，难道说仅仅是因为没能参加这次聚会，他就难过成这样了吗？没想到阿金改变了主意，说他会去这场同学聚会。对阿金来说，简直就是一场灾难。有人假装关心的打听他的近况，其实大家早就看穿了他的窘迫。在那些老同学眼里，他现在一定落魄到了极点。看着大家成群结队的离开，他只能一个人走在后面。明明是同路，却连开口打个招呼的勇气都没有。可就在这时，身后突然出现了一个影子。老同学追上来献殷勤，说要开车送阿金回家，结果旁人一句话就拆了台。原来这家伙对谁都这么热情。阿金根本不想掺和这些破事，他只想赶紧逃离这个地方，哪怕是一个人走也比待在这里强。回到家躲进被窝，他觉得自己就是个让人失望的失败者。可就在这时，手机屏幕突然亮了，那些素未谋面的网友反而给了他最想要的安慰。这下他终于能喘口气了。严志贤本来正窝在家里，结果群里的一条消息让他整个人都弹了起来。他急得不行，非要确认朱东焕是不是在聚会现场。朱东焕没好气的解释，明明早就发过消息说不去了，怎么就没人仔细看呢？为了赶紧挂掉电话，他随口找了个借口说自己要去见别人，而且比起那种社交场合，他现在只想赶紧把等级升满。可挂掉电话后，看着屏幕上的聊天记录，严志贤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。严志贤嘴上说着不管，可心里比谁都急。明明提醒过他不要乱相信人，结果现在倒好，消息不回，电话也不接。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告诉自己没必要瞎操心，可手却不听使唤，开始上网搜索各种聚会的负面新闻。越看那些避雷贴，他就越觉得心里没底，尤其是看到新闻里说的那些关于网友见面引发的各种案子。他一把扔掉手机，强迫自己闭上眼睛，可脑子里全是那些危险的画面。这下他是彻底睡不着了。严志贤终究还是没能坐住，嘴上说着绝对不来，结果现在却全副武装地站在聚会门口。他觉得自己真是疯了。发出去的消息石沉大海，阿金到现在都没有回复。看着眼前黑压压的人群，他根本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他。周围全是嘈杂的说话声，这种环境让他感到窒息。他只能一遍遍告诉自己没事的，冷静点。这对严志贤来说简直就是一场极限挑战。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打退堂鼓，这种地方他真的一秒钟都待不下去。可就在他准备逃跑的时候，一个背影突然闯进视线。明明心里还在不停的自我怀疑，可他的目光却再也挪不开了。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，明明是第一次线下见面，为什么能在这么多人里一眼就认出那个从未谋面的他？他终于还是鬼使神差的走上前，轻轻拍了拍那个女孩。他看着转过身来的女孩，试探着开口问：“你也是要去那家烤肉店吗？”这下尴尬到家了。严志贤认错了人，赶紧低头道歉，恨不得立刻从这消失。看着满大街陌生的面孔，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抽了什么风。明明是个连门都不想出的人，现在竟然为了一个网友跑到这种地方来受罪。他不停地问自己到底在干什么，为什么要管这种闲事？他本不该一开始就卷入这件事。如果没看他发的那个视频，要是他声音不一样，如果他不哭的话，可偏偏阿金不是那种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人，他太容易受伤，也太不自私了。就是因为这样，他才没法撒手不管，哪怕再尴尬再麻烦，他也得把那个让人担心的笨蛋找出来。要不是因为那个女孩，严志贤现在肯定还安稳地待在家里，根本不会像现在这样心神不宁的在人群里乱撞。他已经快到极限了，再打最后一个电话吧。要是还没人接他，就彻底放弃，直接回家。就在他按下拨号键的那一刻，耳边传来了熟悉的铃声，电话那头传来一声轻柔的询问。他猛地停住脚步，那个找了半天的身影，竟然就在近在咫尺的地方。刚出门就遇到搭讪的阿金，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现在的社交方式真是让人看不懂。他今天一直心不在焉，手里提着买给朋友的点心，还在纠结大家会不会喜欢。
结果一抬头，整个人直接定住了。眼前这个男人简直和他想象中的布鲁米一模一样。对方被盯得浑身不自在，主动开口问他有什么事，这下真的尴尬了。阿金只想赶紧逃离现场。阿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刚才那个人的声音听起来和记忆中完全不同。他一边在地铁站等车，一边还在幻想，要是真能遇到布鲁米就好了。结果因为太分心，他对着手机正纳闷呢，转头就狠狠撞在了一个人身上。这一撞可不轻，疼得他半天没反应过来。就在这时，严志贤凑了过来，低声问他有没有受伤。这声音太耳熟了，阿金这下彻底被上号了。他大着胆子问了一句：“你难道就是布鲁米？”对方竟然点头承认了。严志贤这身打扮想低调根本不可能，哪怕遮得严严实实，在人群里也还是太扎眼。阿金还以为他是来参加聚会的，结果对方一个眼神瞪过来，气氛直接就变了。他根本不是为了什么聚会，而是专门过来堵人的。为什么不回消息？这一句话问得阿金哑口无言，看来这次是真的躲不过去了。阿金试探着问了一句：“你是在担心我吗？”严志贤沉默了半晌，根本没打算正面回答，他直接转过身，反倒质问起阿金：“之前明明说不来聚会，怎么现在又改主意了？”其实阿金只是不想一个人待着，但这种真心话他实在没法开口，只能随便找个借口敷衍过去。看着眼前的严志贤，阿金突然有些好奇，像布鲁米这样的人，是不是也会有想依靠别人的时候？两个人的距离明明这么近，心里的秘密却谁也没有说出口。严志贤最后确认了一遍：“你真的要去聚会吗？”阿金摇了摇头，没想到他这么干脆，直接一句话就帮他推掉了。既然聚会不去了，阿金干脆提议一起吃个饭，说这顿他请客，只要别点太贵的就行。阿金先跑去把东西送了，结果回来选了半天，最后竟然只拿了个杯饭。严志贤看着手里的快餐，这反差也太大了，明明还有更好的选择，他到底是怎么想的？这两人吃个饭也能吵起来。阿金抱怨在外面吃太尴尬，严志贤直接开启吐槽模式，说早就让他进屋吃，非要在这儿硬撑。阿金可不打算背这个锅，明明是严志贤先说要在外面等的，而且说到底他只是不想一个人吃饭罢了。这一句话直接把对方给堵回去了。晚风一吹，气温一下子降了下来。严志贤嘴上不饶人，手却已经摸到了拉链，问他要不要穿自己的外套。阿金赶紧摆手拒绝。严志贤尴尬的解释了一句，只是怕他也觉得冷。看着这个笨拙又体贴的男人，阿金忍不住笑了起来。这种莫名其妙的默契，让这顿廉价的杯饭好像也没那么难吃了。看着阿金莫名的笑意，严志贤有点纳闷，忍不住问他到底在笑什么。阿金轻声说：“只是觉得和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感觉特别放松。”这种毫无保留的信任，让严志贤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心里其实挺无奈的，这姑娘真是一点防备心都没有。明明才刚叮嘱过他不要随随便便相信别人，结果一转头他又问了一句：“你真的不需要我的外套吗？”可他们谁也没想到，刚才见面的那一幕，竟然被工会里的其他人撞见了。现在工会群里已经彻底炸开了锅，大家都在疯传那个平时神神秘秘的会长，刚才竟然带着男朋友出现了，这下误会可真是闹大了。严志贤无意间扫了一眼，正好撞见了阿金的手机壁纸，那上面竟然是个长相清秀的男爱豆。阿金倒是没觉得有什么，大大方方地承认了，说这是他唯一追的偶像。这下轮到严志贤整个人愣住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像阿金这种性格的女生，居然也会去追星。阿金接着解释说，他其实对娱乐圈并不感兴趣，唯独只对这个人情有独钟，其他的艺人他根本不认识。严志贤听完半天没说话，气氛一下子变得有点微妙，最后他只是闷闷地回了一句：“原来是这样啊。”工会群里这下可炸开锅了，都在传会长带男朋友约会，还夸两个人是天生一对。阿金整个人都傻了，难道他们看起来真的很像情侣吗？结果严志贤直接炸毛了，语气冷得吓人，非要阿金去群里澄清，说他当时只是一个人。阿金只能乖乖照做，说对方肯定是认错人了，谁知道人家连他穿什么都记得，这下真是越描越黑了。严志贤刚才还急着撇清关系，结果阿金真要去解释，他反而一把拦住了。原来他是在担心，要是大家都知道会长单身，肯定会有不少麻烦找上门。他这波操作简直绝了，嘴上说着阿金没心眼，其实全是私心，说长得太漂亮可不是什么好事。这一下阿金彻底没话说了，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阿金突然伸手拽住了他的衣角，小声问了一句：“能不能告诉我你的真名？”严志贤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还是拒绝了。既然连脸都没打算露，名字也就没必要说了。他甚至还想拦着阿金，说这种隐私还是自己留着比较好。结果阿金根本不听，直接把自己的名字说了出来。虽然是隐私，但我只想告诉你一个人。这下轮到严志贤没招了，只能无奈的答应下来。不过这距离是不是有点太近了？他赶紧提醒阿金能不能先往后退一步。这两个路人刚抽完烟回来，正商量着怎么坑队友请客呢，结果一抬头，直接被眼前的男人给镇住了。这身材比例也太绝了，哪怕戴着口罩和眼镜，那股气质也根本藏不住。路人心里那叫一个酸，甚至开始恶毒的祈祷，希望他口罩下面长得丑一点。可还没等他酸完，又看到了旁边的阿金，这下他彻底破防了。这难道是他的女朋友？长得也太可爱了吧！这两个人站在一起，简直就是全场的焦点。这两个路人盯着阿金看了半天，越看越觉得眼熟，这不是咱们工会会长花里吗？黑开衫，长头发，连靴子都对得上。正犹豫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，结果还没迈开腿，一股凉气就从脚底板
直冲脑门。严志贤这眼神简直要杀人，吓得这两个家伙动都不敢动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走远。谁知道刚出门，天公不作美，直接下起了大雨。阿金问严志贤带伞没，严志贤摇了摇头。这下尴尬了，外面全是人。严志贤本来想去便利店买把伞，可一想到里面灯光太晃眼，他这社恐属性瞬间就爆发了，干脆提议直接跑回车里。阿金一听这话，看来今天只能到此为止了。阿金笑着说：“下次换我请你吃饭吧。”严志贤听完愣了一下，他不明白为什么这姑娘会觉得还有下次。他一边戴上帽子，一边随口找了个借口，说正好顺路，不如一起撑伞走一段。阿金一听可高兴了，说那我就送你到车库吧，这样咱们就能一直共用一把伞了。严志贤心里一阵无语，这话听着怎么像是在惦记我这把伞呢？他在心里默默算了一下，反正也就3分钟的路程，而且这肯定是最后一次见面了，以后绝对不再管他的闲事，毕竟我也不是他真正的监护人。就在这时，手机铃声突然在雨中响起，屏幕上跳动的名字正是布鲁米。阿金接起电话，急匆匆地问：“你现在在哪？是不是已经走了？”阿金还在不停地追问，可严志贤只是握着手机，蹲在角落一动不动。这漫天的雨声好像把一切都隔绝开了。本以为严志贤已经走远了，可谁能想到他竟然就这样蜷缩在雨里，整个人看起来像是被全世界抛弃了一样。阿金撑着伞就站在不远的地方看着他。严志贤怎么也没想到，躲在暗处竟然会听到这些话。路人们正议论纷纷，说他失踪了，连消息也不回，甚至有人开始抱怨，觉得他根本不在乎粉丝，这简直就是背叛。这些话像刀子一样让他彻底僵在原地。曾经最支持他的人，现在却成了最伤他的人，这下真的要崩溃了，心跳声快得要炸开。严志贤躲在阴影里，听着那些议论声渐渐远去。他以为只要藏得够深，就没人能看到他的狼狈，可偏偏就在这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阿金正冒雨寻找布鲁米，却在路过小巷时猛地停下了脚步。阿金被吓得不轻，看他这副样子，赶紧问是不是哪里不舒服。眼看他没反应，阿金急得要打急救电话，却被他一把拦住。他声音低沉说自己只是需要点时间，现在的他已经卑微到了极点。可谁能想到，这个在雨里狼狈不堪的人，竟然就是传说中的布鲁米。那可是全服最顶尖的辅助，是所有人追捧的超级明星，无论出现在哪，都是最自信、最耀眼的存在。这种天差地别的反差，到底是怎么发生的？阿金一直觉得像布鲁米这样的人，肯定永远自信，永远强大，根本不需要依靠任何人。他以为他的温柔是因为内心足够底气，可直到这一刻，他才发现自己错了。在冰冷的雨中，阿金紧紧抱住了他，这个动作让严志贤彻底愣住了。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女孩在为他流泪，明明最狼狈的是自己，他却哭得这么伤心。就在这一瞬间，严志贤意识到眼前的这个人，他这辈子都忘不掉了。严志贤看着浑身湿透的阿金，心里挺不是滋味，问他冷不冷。他觉得是自己耽误了阿金，如果不遇到他，他现在应该在热闹的聚会上。可阿金却摇了摇头，他说自己其实一点都不想去，甚至在来的路上，心里一直都在打退堂鼓。那种社交场合让他感到害怕，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那些人。直到严志贤突然出现，对阿金来说，这个在雨中为他撑伞的人，简直就像是老天爷派来的救星。就在他最想逃避的时候，他出现了，这就足够了。一次又一次，布鲁米的样子在脑海里闪过，那是他唯一的避风港。但现在一切好像都在发生变化。阿金微笑着说：“谢谢你刚才陪着我，有你在身边真的太好了。”严志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是默默撑着伞，直到把他送走。回家的路上雨声很大，但他心里却乱得厉害，那种感觉根本停不下来。推开门回到房间，他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刚才发生的一切真的不是在做梦吗？严志贤关上门，整个人彻底乱了阵脚，这种感觉完全超出了他的控制。他靠在墙边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这下真的麻烦了。他想起刚才对阿金说的话，让他别把长相露给别人看，因为那只会招来麻烦。阿金却突然问起他头像里那个漂亮的女孩是谁。严志贤一脸无奈，那是他亲妹妹。他不想解释太多，只是叮嘱阿金，如果有人骚扰，就说自己已经有男朋友了，哪怕是假的也要这么说，因为他比谁都清楚外面的世界有多危险。严志贤突然话锋一转，盯着阿金问了一个问题：你现在应该是单身吧？阿金显然没反应过来，愣了一会儿才小声回答：目前确实没有。听到这个答案，严志贤没再多说什么，只是默默点了点头。这下他心里总算有数了。这下尴尬了，阿金本想趁着天黑偷偷溜回家，结果刚进门就被守株待兔的兜震抓个正着。兜震冷着脸问：大半夜的，你到底去哪了？阿金一下子就火了，反问他凭什么管这么多，自己又不是没自由。兜震却不依不饶，直说他的痛点，说他平时根本没朋友，这次出门肯定有问题。两人谁也不肯让步，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。阿金最后丢下一句不想说，直接转身离开。攀登者终于回到了游戏，可刚一露面，他就酸溜溜的凑了上来，埋怨他只顾着跟会长玩，布鲁米可不惯着他，反手就是一个回怼，说是他先丢下，自己不管的。攀登者被怼得没话说，只能一边碎碎念，一边提醒严志贤别太上头，免得以后阿金退游了哭都没地方哭。就在这时，恰鲁跑来祝贺攀登者升到满级，尴尬的气氛这才缓和了不少。恰鲁试探着问布鲁米，以后还要一起做任务吗？布鲁米虽然嘴硬，但还是点头答应了。表面上看，恰鲁和布鲁米的关系好像没变，但有些东西
已经在悄悄发生变化了。严志贤终于意识到自己对阿金的感觉变了，但他决定把这份心意彻底埋掉。毕竟在他看来，刚在网上认识就想入非非，这种行为实在有点下头。更何况以他现在的处境，根本没资格去谈什么恋爱。最关键的是，他觉得自己还不够了解阿金，只能不停的自我催眠，说这仅仅是一时的好奇。他本想通过聊天转移注意力，随口问了恰鲁一句吃过饭没，结果对方满脑子只有游戏，完全没察觉到他的试探。这下严志贤彻底没招了，一头栽倒在床上，觉得恰鲁心里只有游戏。布鲁米发来一条我等你。另一边的阿金盯着手机屏幕，心乱如麻，他怎么这么可爱？他满脑子都是严志贤，既想再见一面，又怕对方会再次疏远自己。可还没等这份暧昧发酵，游戏群里就炸开了锅。同伴正兴高采烈地宣布自己在面基时交到了好闺蜜，结果有人冷不丁冒出一句说那哥们真人穿搭确实挺帅。这一句话直接让恰鲁当场石化，闹了半天，你们两个难道全都是男的？恰鲁还是一脸懵，甚至还在纠结大家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。同伴直接补了一刀，说女孩子根本不玩这游戏。这一句话简直比真相还要扎心。虽然这只是个整活的玩笑，但恰鲁的世界观已经彻底崩塌了。在这个游戏里，想找个真妹子难道真的这么难？还没等他从冲击中缓过来，私信突然响了。Look This 急着叫他过去一趟。以前在老工会的时候，有个叫 Pujan 的副会长，那可是公认的女生大神。Look This 费了好大劲，总算把这位大佬请到了新工会。他一开口就要申请入会，这对工会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好事。可就在大家都高兴的时候，恰鲁的表现却有点反常，连布鲁米都看出了不对劲。明明刚才还挺开心的，怎么转眼之间他的态度就彻底变了？恰鲁最近变得越来越沉默，布鲁米虽然看在眼里，却根本没法靠近，两人之间就像隔着一道永远跨不过去的坎。严志贤在单恋这件事上从来就没赢过，他只想赶紧把这些心思通通烂在肚子里。可还没等他感伤完，游戏里的画风就突变了，大家正聊着要去做任务，结果突然冒出一个 F 任务。这下都震彻底懵了，盯着屏幕半天没反应过来，完全搞不懂这是什么路数。故事要从几天前说起，阿金之所以一直照顾 Pujan， 其实是因为心里有愧。作为工会的元老成员，丁秋和 Pujan 比任何人都看重这份情谊。可就在大家准备进入宝藏塔时，意外发生了。原本约好一起行动，结果布鲁米却被落下了。虽然恰鲁答应下次一定，但这种被抛弃的感觉哪是那么容易消气的？Pujan 突然感叹，现在的恰鲁比在以前老工会的时候开心多了。虽然认识布鲁米的时间不算长，但他对布鲁米的信任甚至超过了那些认识几年的老队友，这让 Pujan 心里有点空落落的。也许是大家以前对他关心的太少。画面一转回到现实，兜震的生活却并不像游戏里那么轻松。保姆不在家，他只能一个人在外面随便对付一口。更压抑的是母亲发来的消息，没有关心，只有冷冰冰的一句：你姐姐现在清醒了吗？兜震对着电话冷笑一声，在他眼里，姐姐现在的样子简直可悲到了极点。面对母亲的询问，他只是淡淡回了一句他还是老样子。可紧接着，姐姐阿金就找上门来大吵大闹。原来兜震打算收回借给他的游戏账号，理由很简单，既然以前的工会已经散了，那就没必要再纠缠下去。阿金急得不行，毕竟他在账号里投入了不少心血。可兜震的态度异常坚决，他不仅要收回账号，还要把里面的装备全部卖掉，然后彻底注销。阿金整个人都崩溃了，账号被收走，他该怎么跟工会那些伙伴交代？可兜震根本不在乎，他冷冷地推开姐姐，只丢下一句那跟我没关系。随着房门重重关上，兜震最后的话彻底断了阿金的所有念想。随你的便吧。游戏世界里，那个熟悉的身影竟然上线了。系统提示：欢迎会长恰鲁回归。可还没等大家高兴太久，恰鲁看着眼前的景象，整个人都懵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兜震一上线就换掉了原本可爱的装扮，开始冷酷的清理背包，准备把所有值钱的装备全部卖掉。就在这时，布鲁米像往常一样走过来打招呼，他根本不知道眼前这个会长早就换了人。而在现实中，阿金正处于极度的焦虑之中，他只能拼命安慰自己，兜震就算再冷酷，应该也不至于直接毁掉整个工会，只要装备还没卖出去，事情就还有转机。他必须立刻把真相告诉大家。可就在他拿起手机的瞬间，伙伴们关心的询问已经发了过来，问他接下来该怎么办。看着屏幕上的消息，阿金彻底陷入了绝望，他到底该怎么开口去戳破这个残酷的真相？阿金还在拼命想办法去找兜震谈判，可他手里根本没有筹码，重新练个号，那可是他花了好几年才养大的恰鲁。他这才意识到，现在的这个工会和他以前经历过的那个完全不一样。布鲁米果然敏锐，一眼就看出账号换了人。阿金接起电话，再也瞒不下去了，只能硬着头皮说出真相。这账号本来就是兜震的，现在他要收回去，谁也拦不住。他只能再去找兜震谈谈，如果还是不行，他只能交出会长位置，彻底退出。阿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如果真的拿不回账号，他就打算解散工会，彻底消失在大家的世界里。可电话那头的严志贤却突然打断了他，他语气坚定地说，他根本不在乎什么工会，更不想要什么会长，他想要的从始至终只有阿金一个人。阿金整个人都懵了，刚才没听错吧？这转折也太快了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对方又开始叮嘱他要好好跟弟弟沟通。阿金小声说了句对不起，觉得自己添了麻烦，结果对方却说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就没停止过担心。这下他彻底乱了阵脚，甚至想问要不要改变自己。
可对方只是笑了笑，让他别再道歉，然后直接挂断了电话。虽然表面上什么都没变，但阿金心里清楚，有些东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本以为能冷静下来，可只要一闭上眼，那句"我只要你一个"就疯狂刷屏。攀登者直接在频道里问："你今天怎么失误这么多？"就在这时，布鲁米终于回到了队伍。布鲁米突然发消息说要走，这假请的也太突然了，把剩下的几个人全给整不会了。都正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，心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难道是他们听到阿金什么消息了？虽然工会马上就要满级了，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这地方根本留不住人。副会长全是顶级氪金大佬，普通成员连话都搭不上，这种断层严重的工会迟早要完。都正盯着屏幕，陷入了沉思。如果再不找点副手来管事，这工会怕是真的要散伙了。都正怎么也想不通，这些游戏里的顶级大佬为什么甘愿给阿金当副手？他到底用了什么手段？就在他沉思的时候，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。阿金找他谈谈。阿金正盯着都正发来的消息发呆，对方约他晚上10点见面，这让他心里更没底了。他甚至开始担心是不是阿金后悔了，想要把这个账号拿回去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工会可就要变天了。还没等他想清楚，游戏里的成员就围了上来，热情的打招呼。可都镇现在根本没心思应付这些，一句简单的问候，把所有人的思绪都拉回了过去，聊起那只叫 Yam 的成员。同伴在一旁看着，总觉得今天的会长不太一样，那种熟悉的感觉，就像是以前那个他回来了。其实真相很简单，都镇当初把账号借给阿金，只是因为他不忍心看着这个工会彻底消失。他走在熟悉的街道上，感叹这里一点都没变。可就在他决定彻底放手时，心里却产生了一个新的念头。这个念头一旦出现，原本平静的局面恐怕又要起波澜了。都镇现在才意识到，当初那个随手的决定，竟然成了所有麻烦的源头。他曾觉得玩游戏是在浪费时间，所以他把账号送给了阿金，因为那时候的他根本找不到留下的理由。可现在局面完全失控了。就在他心烦意乱时，Pujan 出现在了面前，两人四目相对，空气仿佛都凝固了。而工会里的其他人也察觉到了会长的反常，难怪恰鲁今天一直失误，原来是账号归属出了问题。布鲁米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毕竟那是投入了多年心血的号，如果真的拿不回来，阿金恐怕真的会选择退游了。如果他真的退游了，这个工会还会剩下什么？布鲁米坐在钢琴前，心里其实比谁都难受。同伴以为他表现得很淡定，可他只是不敢去想，那种失去的感觉根本没法用语言形容。大家都陆续下线了，只剩布鲁米一个人守在原地，他还在等一个奇迹，万一那个人待会儿上线了呢？就在这一刻，严志贤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心，原来从很久以前开始，他坚持登录这个游戏，就不再是为了升级或者任务，他留在这里仅仅是为了能见到那个人。可如果那个人不在了，这个世界也就彻底变了味。恰鲁停下脚步，没想到在这里竟然遇到了老熟人，他主动打招呼：“嘿！”看着眼前的 Pujan， 恰鲁心里感慨万千，能再次见到以前的朋友，这种感觉真好。Pujan 回过头，还是那副熟悉的打扮，一点都没变。恰鲁愣了一下，这种感觉很奇妙，就像是时间倒流，一下子回到了从前。他开口问：“最近过得怎么样？有意思吗？” Pujan 叹了口气，直言：“这游戏现在真没意思。”恰鲁听完直接乐了，既然觉得没劲，当初干嘛不听我的？大家一起退游，回归现实多好。Pujan 这下可找到机会甩锅了。他说：“要不是恰鲁非塞给他个副会长，他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”恰鲁可不吃这一套，当初看你那眼神，明明就是自己想当的不行。看着恰鲁这副理直气壮的样子， Pujan 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，一点都没变。Pujan 压低声音说了一句：“如果你是因为当年的承诺才留下来，真的没必要这么勉强自己。” Pujan 突然提起恰鲁，现在看着比以前顺眼多了。以前在阳光的时候，他整个人都透着一股疏离感，恰鲁却一脸无所谓，觉得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有什么好在意的？这话一出， Pujan 直接破防了，他直言不讳地说：“当初你那种冷冰冰的态度，真的伤透了大家的心。”结果恰鲁更绝，直接回了一句：“咱们以前也没那么熟吧？”这简直是往人伤口上撒盐。Pujan 听得整个人都无语了。都镇当年走的真是干脆，根本没想过那些被丢下的副会长心里到底是什么滋味。恰鲁听完沉默了，他第一次开始反思，难道自己当初的行为真的让大家这么难受吗？他试着转移话题，问 Pujan 为什么不去个更好的工会。 Pujan 自嘲地笑了笑，说新地方全是陌生人，他这种老古董根本融入不进去，毕竟从游戏刚开服起，他就一直守在那了。恰鲁听完轻笑一声，没再反驳，因为他知道这也就是老玩家最后的倔强。Pujan 低着头小声嘟囔了一句，暂时还没打算换个会长。恰鲁听完有点纳闷，既然不打算换人，那干嘛还问东问西的？难道是自己在这碍着他了？ Pujan 还是那副样子，丢下一句随你便，就直接把话题给堵死了。都镇突然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，他说已经告诉 Pujan 了，账号现在就在你手里。都镇没打算多解释，他只是随口提了一句剩下的以后再说。阿金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他小心翼翼地问，是不是要把账号还给他？都镇点了点头，但他开了个条件，下学期必须回学校上课，而且得把学分修满。阿金简直不敢相信，只要回学校就行了吗？严志贤的话却非常扎心，他说不然你还想怎么样？现在已经没人对你有期待了，这不是为了让你心里好受，只是因为大家都已经放弃你了。房门关上，阿金独自站在空荡荡的房间，他想起这段时间自己躲在这里哭了太久太久，但无论如何事情总算有了转机。他拿起手机，第一时间给严志贤发了消息，一切都解决了，账号终于拿回来了。
深夜11点多，严志贤盯着手机屏幕，心里直犯嘀咕：明明说账号拿回来了，可他怎么到现在还没上线？就在这时，手机突然震动起来，阿金发来一条消息问他睡了没，严志贤直接秒回，紧接着电话就拨了过来。严志贤对着电话问了一句：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阿金在电话那头支支吾吾，他说账号已经拿回来了。严志贤有些纳闷，既然只是为了说这个，为什么要大半夜特意打电话？阿金在那头感叹，总算是松了一口气。这种没话找话的举动，让严志贤觉得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。阿金在电话那头声音听起来有些后怕，他说真的很怕以后再也没法一起玩了。虽然他赶紧补了一句，说自己也很担心工会，但这借口找的反而更让人在意。严志贤只是轻声应了一句：我知道了。窗外突然下起了暴雨，阿金看着漫天的雨水，轻声说了一句：雨下的真大呀。其实他并没有说实话，这场雨让他瞬间想到了严志贤，他只是想听听他的声音，确认他是不是一切安好。原来他当时也是这么想的。阿金轻声说了句明天见，挂断电话后，心里那股劲儿怎么都压不下去。他真的太温柔了，这下好了，今晚彻底别想睡熟了。既然闭上眼全是他的影子，干脆打开手机，再多看一眼那个闪闪发光的志远。屏幕里的严志贤正站在万众瞩目的舞台中央，而这一眼让原本平静的心跳再次失控。说起来，严志贤曾经在我的手机里疯狂刷屏，虽然那时候还不算他的粉丝，但视线总是不自觉被他吸引。最近好像很少听到他的消息了，现在的我已经比以前过得好多了，也不知道屏幕那头的他是不是也一切顺利。一句简单的晚安，藏着没说出口的牵挂。而此时此刻故事的另一个主角正对着手机屏幕出神，你真的开心吗？为了躲开那些爱你的人，把自己困在阴影里，真的值得吗？严志贤沉默着，这些质问像针一样扎在心里，让他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怎么面对。直到手机屏幕再次亮起，看到那句大家都在等你，他才发现原来还有人一直守在原地，手指在屏幕上停留了很久，删删减减却始终没能发出去。这一步对他来说真的太难了。本想当个体面低端水大师，结果恰鲁这次彻底翻车了。看着大家戴着新帽子道谢，他才突然反应过来，这礼物居然只发给了老成员，场面一度变得非常尴尬。面对同伴的灵魂拷问，他只能一边打哈哈，一边赶紧想办法补救。可谁能想到同伴早就自己买好了，甚至还反问了一句：会长，你自己怎么没买啊？这一句话直接把恰鲁给问沉默了。Putin 这眼神看得人心里直发毛，原来那个不负责任的家伙居然把账号随便送人，甚至连年龄都让人怀疑。恰鲁这下算是彻底掉马了，本以为会是一场大爆发，结果 Putin 只是淡淡的丢下一句：放心吧，你的秘密我不会告诉别人。这就聊完了。恰鲁显然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小心翼翼的试探：既然我不是你以为的那个人，你还愿意让我当会长吗？ Putin 停下了脚步，其实他原本真的打算直接走人，毕竟越想越觉得生气，但看着眼前这个卑微的会长，他似乎又改变了主意。你玩这个号也有1年了吧？面对 Putin 的询问，恰鲁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本以为会被排斥，结果对方却说你其实比其他人都要好。说完这句话， Putin 就直接下线了。独自留在凉亭里的恰鲁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和 Putin 的距离好像变近了那么一点点。与此同时，梦行者也收到了意外的惊喜，看着盒子里那份温暖的礼物，他陷入了沉默。时间回到10年前，老师看着那个空座位叹了口气，那个叫李允熙的学生居然又没来上课。走廊里到处都是议论的声音，阿金本以为他是家里出了什么急事，结果旁边的同学却说：你还不知道吗？他最近之所以天天翘课，是因为附近那家经纪公司，听说他最近一直在追那里的一个练习生。练习生？这个答案阿金显然完全没想到。听说附近的经纪公司出了个不得了的练习生，允熙最近一直在追他。阿金有些意外，练习生？听说那男生帅得离谱，允熙甚至为了他连课都不上了。这事儿确实反常，毕竟在他们这种名门女校，逃课去追星简直是破天荒头一回。就在这时，手机突然响了，家教老师发来消息说要提前5分钟到。家教老师已经快到了，阿金紧赶慢赶，想在约好的时间前赶回家。这天冷得邪乎，路上连个鬼影都没有，他只想赶紧钻进暖气房里。谁知道刚过拐角，一个黑影突然冲了出来，两人直接撞了个满怀。这人到底在躲什么？还没等他想明白，后面又追上来一个人，大声喊着严志贤的名字。阿金停下脚步，刚才跑过去的那个女生竟然是允熙，看他那负气急败坏的样子，显然是把人跟丢了，只能在那儿低声咒骂。阿金突然反应过来，白天听到的那个传闻，难道刚才那个黑影就是允熙在追的练习生？等追赶的人都走远了，阿金才发现角落里竟然缩着一个人。这大冷天的，他只穿了一件单薄的连帽衫，甚至连鞋都没穿，就这么光着脚躲在阴影里。更让人没想到的是，这个男生竟然在偷偷抹眼泪，看起来惨兮兮的，一点都没有练习生的样子。阿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走上前轻声问：你就是那个被允熙追的练习生吗？阿金试探着开口，说自己认识那个叫允熙的女生，也听说她在追一个练习生。他本想翻点纸巾出来，结果翻遍了包也没找到，气氛一时间变得有点尴尬。严志贤低声回了一句：我刚刚已经退出了。这话一出，阿金彻底愣住了，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，早知道就不该问这一句。在阿金的记忆里，还从来没有谁会在他面前哭得这么伤心，看来为了那个梦想，他一定拼尽了全力，才会像现在这样绝望。就在这时，附近的补习班放学了，原本安静的街道一下子变得嘈杂起来。
路过的学生纷纷侧目，对着缩在角落里的严志贤指指点点的议论着。周围的人越来越多，大家都在对着这个角落指指点点。这种时候，阿金知道自己不能就这么走掉，他摸了摸口袋，翻出一个还没拆封的暖宝宝，直接塞到了严志贤手里。这东西虽然不能解决他的麻烦，但至少能让他在这个冰冷的深夜感受到一点点温度。严志贤显然没反应过来，在这个最狼狈、最想消失的时刻，竟然真的会有人对他伸出手。他缓缓抬起头，看着眼前这个甚至还算不上熟悉的女生，看着公交车远去，阿金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已经在这里耽误太久了。低头一看手机，竟然已经过了9点，时间过得比想象中快得多。就在这时，家教老师打来了电话，问他到底什么时候能到家。原来兜镇已经把老师接进屋了，这下真的麻烦了，家里人肯定都在等他回去。老师察觉到了不对劲，低声问是不是出事了。阿金现在没时间解释，只能匆忙提议等回家之后再用手机联系。在阿金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他轻声说了一句谢谢。临走前，阿金叫住了他，问他到底叫什么名字。他还认真的许下约定，说等他以后出道了，一定会去支持他。严志贤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沉默着转身离开。对他来说，不留下名字才是最理智的选择。毕竟在这个圈子里，谁也没法保证以后会发生什么。为了不给未来留下任何隐患，他必须时刻保持警惕，哪怕对方看起来并没有恶意。可即便已经走远了，那就等你出道了，我会去找你。还是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。这句简单的鼓励，成了他这个寒冷夜晚里唯一的变数。每次梦到那天，严志贤整个人都是懵的，那种感觉就像是弄丢了这辈子最不该放手的人。如果人生是一场游戏，他一定是在最关键的分支选错了那个选项，哪怕只是看一眼他的脸也好。可惜没有如果。就在这时，枕边的手机突然响了，电话那头的语气很冲，严志贤只能沉默的听着。对方问他是不是真打算赔违约金赔到死，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辈子。他最后只说了一句对不起。快门声响个不停，所有人都在欢呼。这才是大家想看的大明星。表面上他是万众瞩目的焦点，但只有严志贤自己知道，他已经快撑不住了。那种要命的耳鸣声，像是要把他整个人撕碎，可现实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。工作人员推开门催他，志贤该出发了。他根本没法回答，脑子里全是那个下雨天，还有那个模糊的背影。就在这时，手机突然响了一声。阿金问他什么时候登陆，累到虚脱是什么感觉？严志贤现在连动一下手指的力气都没有，现实生活像座大山，压得他喘不过气。只有躲进那个虚拟的世界，他才能暂时喘一口气。欢迎回来，布鲁米。在这里，他不再是那个疲于奔命的打工人。布鲁米突然问他，能不能把这里当成真正的世界？他甚至觉得，要是这里才是现实就好了。可恰鲁看出了他的不对劲，严志贤又一次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。理智告诉他该清醒了，不能再沉溺于这种虚幻的温暖。可如果这次再放手，他真的要让重要的人再次溜走吗？黑暗中，他死死盯着屏幕。满级工会，看着眼前这座宏伟的城堡，恰鲁简直不敢相信，这排场工会终于要起飞了。大家已经开始商量招兵买马，要把工会彻底做大做强。看来这次是真的要玩真的了。阿金和严志贤语音通话，他想找个靠谱的人来当副会长，毕竟接下来的路可不好走。严志贤自然是满口答应。可聊着聊着，阿金的话锋突然转了，他有些犹豫地提起了那件事。那个之前说好要请你吃的饭，你还没忘吧？阿金终于鼓起勇气问他什么时候有空见个面。可严志贤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怀疑对方在说客套话。为了让对方安心，阿金赶紧解释自己不是坏人。谁知道严志贤更绝，直接回了一句，可我是个可疑的人。这夏天彻底聊死了。阿金试探着问，你是不是根本不想见我？空气瞬间安静的让人难受。严志贤没有正面回答，只是提议大家还是个吃个的吧。说完他就直接下线了，连个挽回的机会都没留。看着黑掉的屏幕，阿金只能小声安慰自己，没关系，不要不开心，他肯定也有自己的难处吧。阿金还在盘算要怎么才能慢慢拉近距离，手机突然响了，严志贤居然主动发来消息，问他怎么还不睡。他赶紧回了一句马上就睡。对方回了个晚安，虽然只是简单的2个字，阿金心里却乱成了一团。他抱着枕头翻来覆去，总觉得刚才的对话哪里不对劲。等等，刚才那话听起来该不会像是在调情吧？阿金吓得直接从床上弹了起来，他发誓自己绝对没有那个意思。可冷静下来一想，难道自己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吗？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，就再也压不回去了。阿金整个人愣在原地。网上现在已经吵翻天了，全是在质疑那个偶像装病夺粉丝，这舆论压力隔着屏幕都能让人窒息。游戏里也没好到哪去，大家发现副会长竟然是布鲁米，这下工会彻底出名了，但也成了众矢之的。高手们纷纷跳槽，排名眼看就要保不住。克菲尔看着这一堆烂摊子，心里别提多郁闷了。梦行者倒是看得透彻，布鲁米这种体质天生就是一个引力场，不管是好是坏，总能把各种麻烦招过来。现在工会终于升到了满级，阿金真正的忙碌才刚刚开始。谁能想到，为了让工会起死回生，竟然把那位退隐的传奇副会长 Putin 请回来了。虽然他嘴上说着不想再折腾，但最后还是点头答应了。随着他的回归，工会群里瞬间炸开了锅。阿金看着新成员的名单，发现事情完全超出了预期。这哪里是招人，这简直是在收集全服的顶级战力。这些大佬的装备和属性，普通玩家平时连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，现在竟然全都扎堆出现了。这个工会的牌面，恐怕要让全服都感到压力了。
现在的工会名单简直就是一份神仙阵容，30多个顶级贵族全扎堆进来了，甚至连以前大工会的高手都排着队要加入。阿金看着这些数据，整个人都有些回不过神，这工会的实力提升快得有点不讲道理了。攀登者在一旁解释说，他已经提前把那些人品不行的全部都给过滤掉了，剩下的决定权全在会长手里。不过他也说得很直白，这些人之所以挤破头想进来，其实全是因为布鲁米的面子够大，他自己只是顺手帮个忙。能同时请动这2尊大佛坐镇，这个工会的未来恐怕要让全服都睡不着觉了。新的一周刚开始，工会任务就给了大家一个下马威，但这还不是最让人头疼的，真正的麻烦出在那些刚入会的大佬身上。男人在群里忍不住吐槽，现在的语音频道简直乌烟瘴气，全是熟人在互相开火，新成员根本没法待下去。阿金也意识到，以前工会人少还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现在既然要正规化，这种坏毛病必须得改了。阿金看着这些聊天记录，心里很清楚，这群顶尖玩家个个都是刺头，想让他们听话简直比打副本还难。他突然想起以前在救工会的时候，那些大佬明明都很安分，难道说梦行者一直都在背后默默镇场子？看来光有实力还不够，工会的规矩得重新立了。如果不把这群人的脾气压下去，这工会迟早要出大事。看着聊天记录，阿金终于说出了心里话。原来那个男人一直在替所有人负重前行，甚至为了保护大家，独自承担了本不该有的麻烦。以前那个工会能稳坐全服第一，背后到底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付出和牺牲？阿金盯着手机屏幕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以前只觉得他可靠，现在才发现这个男人温柔的让人心疼。就在这一刻，阿金终于意识到自己对他的那份感情早就已经悄悄变质了。这种感觉清晰的可怕，甚至让他怀疑为什么自己到现在才察觉。不过就在大家还沉浸在感性中时，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出现了。布鲁米，你和恰鲁在现实中见过面吗？工会频道这下彻底炸锅了，大家都在传布鲁米是真女神。结果聊着聊着，话题突然转到了恰鲁身上，有人带着胆子去问阿金，你那个帅哥男朋友怎么样了？谁知道阿金直接否认，说自己根本没有男朋友。这下群里更热闹了，大家都在猜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阿金接着又丢出一个重磅炸弹，他说自己确实有喜欢的人了，而且已经暗恋了很久。阿金说出那个人的身份，居然是大学里的学长。这一个消息让布鲁米彻底沉默了。阿金现在非常担心，刚才那些话迟早会传到布鲁米耳朵里。其实局面已经很明朗了，阿金确实喜欢布鲁米，但最麻烦的是布鲁米这人有个死理，只要是在游戏里认识的人，他都会刻意保持距离，绝不轻易越界。这道看不见的墙，阿金到底该怎么跨过去？虽然阿金觉得自己是个例外，可布鲁米那副拒人千里的样子还是让他碰了一鼻子灰。他甚至开始怀疑布鲁米是不是早就看穿了，只是觉得这份感情太沉重，为了不给对方添麻烦，阿金已经打算打退堂鼓，把这份心意彻底藏起来。可谁能想到布鲁米竟然主动发来消息，问他今天愿不愿意一起出去。这下局面彻底反转，阿金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为了这次见面，阿金对着镜子捯饬了半天，最后还是决定收敛一点，免得显得自己太心急。他心里一直犯嘀咕，布鲁米平时那么冷淡，怎么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，竟然主动约他见面？就在他满脑子疑问的时候，街上突然窜出2个怪人，对着他就是一顿乱吼。阿金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今天是万圣节，到处都是戴着面具的疯子。可他还没来得及缓过神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不远处。谁能想到这个戴着面具的怪人一开口就叫他会长。阿金试探着问了一句，布鲁米，真的是你？没想到对方还真答应了。这下场面变得有点滑稽，两人坐在餐厅里，严志贤竟然隔着面具在吃串。看着这副离谱的吃相，阿金心里一阵无语，这顿饭吃的那是相当尴尬。他想打破这死一般的寂静，结果严志贤根本不领情，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。严志贤突然抛出一个重磅炸弹，问阿金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。这一下直接把他问的措手不及，原来是那个大嘴巴早就把消息传到了布鲁米耳朵里。阿金只能硬着头皮承认，可他心里却有点不是滋味。原来布鲁米今天愿意见面，是因为觉得他已经心有所属，对他来说没有威胁了。严志贤接着追问，那个人到底哪里吸引你？阿金下意识就开始描述，说他温柔可靠，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。说着说着，他突然反应过来，这描述的不就是眼前这位吗？为了不让对方起疑，他赶紧诱补了几句，说对方是个成熟稳重的大哥哥。谎话是一个接一个，阿金现在心里那是相当发虚。结果还没等他想好怎么圆场，严志贤就被辣得直咳嗽。他赶紧递过去一杯水。就在严志贤掀开面具喝水的一瞬间，阿金竟然看走了神。这家伙怎么莫名其妙有点可爱？可这之后气氛变得比刚才还要尴尬。阿金本想买单，赶紧逃离现场，结果严志贤已经抢先一步把账给结完了。这下好了，人情债是越欠越多了。阿金心里还是过意不去，明明说好今天他请客，结果钱全让对方付了。严志贤倒是很淡定，说反正你还是个学生，这顿饭就当他请了。阿金听出了话外音，看来这家伙已经步入社会了。他试探着说，你不是也才刚开始工作吗？况且我年纪比你大，让你请客总觉得哪里怪怪的。阿金本想拿年龄说事，好让气氛别那么尴尬，谁知道严志贤突然停下脚步，语气变得有些严肃。他说咱们其实也就差了1岁而已，
接着严志贤转过身盯着阿金问了一句：“在你眼里，我难道只是个小屁孩吗？”阿金一下子愣住了，赶紧解释说不是那个意思。话一出口，气氛瞬间僵住了。他其实根本没生气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偏偏要对他发火。沉默了半天，他才憋出一句：“要不要去吃点甜的？”虽然两人一起往前走，但心里的疙瘩恐怕还没那么容易解开。找了好几家店，结果全都是满座。阿金无奈地说：“看来这里也没位子了。”严志贤只是淡淡的应了一声。其实他已经很久没来过这种人挤人的地方了。可走着走着，他突然觉得哪里不对劲。明明被人群包围着，自己竟然一点都没觉得难受。他下意识看向身边的阿金，难道是因为有他在，那些让他厌烦的嘈杂全都消失了吗？严志贤走在街上，竟然被路人当成了大明星，非要拉着他合影。原来他长得太像那个超火的角色。旁边的严志贤反应比谁都快，一个劲的摇头拒绝，搞得阿金只能不停的道歉。好不容易以为能清静一会儿，结果又有人凑了上来，这次居然是想要他的联系方式。这下麻烦大了，一直没说话的严志贤终于坐不住了。刚才那个搭讪的男生直接被吓得落荒而逃。阿金觉得这里人太多，提议换个清静的地方，顺便还去便利店买了样东西。到了没人的天台，阿金递过去一个新口罩，总觉得他一直戴着面具实在是太闷了。为了让他能换个轻便的，阿金特意转过身去，保证自己绝对不会偷看。严志贤沉默了一会儿，终于缓缓摘下了面具，这还是他第一次在别人面前露出真面目。阿金背对着他小声问了一句：“我现在能看了吗？”结果半天没动静，他实在是没忍住，偷偷回了一下头。这下被抓个正着。严志贤无奈地说：“你刚才不是答应不看吗？”阿金赶紧找借口：“谁让你弄好了也不打个招呼？”就在这时，手机屏幕突然亮了，工会里又来了新成员。严志贤凑过去一瞧，心思却全被手机壁纸吸引了。“你居然一直用这个壁纸吗？”原来壁纸上是个当红男明星，阿金却有点不好意思说是志源。严志贤没好气地回了一句：“我又没问你是谁。”阿金还在那自顾自地感慨，普通人想见这种大明星，估计这辈子都没机会吧。谁知道严志贤却一脸淡定，说这事儿其实没那么难，甚至还盯着他问了一句：“你想见他吗？”这语气一听就不对劲，严志贤显然是有点吃醋了。他不理解阿金为什么会喜欢一个陌生人，甚至还追问凭什么去信任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。阿金倒是很坦然，他说这就是追星的意义，哪怕对方只是个陌生人，也会毫无保留的去支持。阿金沉默了半天，突然冒出一句：“你以前是不是也这么受欢迎？”严志贤被问得莫名其妙，完全没跟上他的思路。其实阿金是看出来了，严志贤总是在和世界保持距离，虽然这样很安全，但他真的不希望严志贤感到孤独。这句话一出口，气氛瞬间变得不一样了。严志贤盯着他的背影，眼神里藏着谁也看不透的深意。看着远处的灯火，阿金心里其实挺感慨的。临走前，他试探着问：“以后能不能经常像这样出来聚聚？”严志贤却突然冒出一句：“你不是马上就要交男朋友了吗？要是让他知道你跟别的男人见面，恐怕不太好吧？”阿金这才反应过来，他赶紧解释那只是单相思，自己根本没打算去表白。为了让严志贤放心，他还故意补了一句：“这样你跟我见面也安全，不用担心我会对你有什么非分之想。”可严志贤听完这话，却慢慢歪过头反问了一句：“谁说我担心这个了？”这一句话直接把阿金给整不会了，他只能尴尬的停在原地，催促他赶紧回家。布鲁米突然发来一串号码，阿金盯着屏幕，没有任何犹豫，直接拨了过去。电话那头还没动静，阿金已经在人群里发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。他笑着招手示意，可对方看到他后，竟然愣在原地不动了。还没等阿金走过去，电话里只留下一句：“我要挂了。”这下轮到阿金懵了，明明就在眼前，为什么要躲着不见呢？说实话，看着布鲁米空荡荡的主页，阿金心里还是有点小期待的。结果对方连个头像都没有，但这确实很符合他的风格。其实阿金自己也一样，平时根本不爱拍照，可谁能想到布鲁米接下来的这句话，直接让他彻底愣住了。既然现在没有照片，那下次我们一起拍一张吧。看到一起这两个字，阿金握着手机半天没说话，这到底算是什么意思？是随口一说还是认真的？阿金以为只要自己假装没动心，对方就能相处得更自在，可布鲁米发来的消息却让他陷入了沉思。另一边，严志贤独自站在天台上，看着这座城市的灯火。所谓的粉丝，就是哪怕素不相识，也会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你。当他看到手机里的那句“粉丝们都在等你”，原本平静的心再也无法淡定了。身为全服排名第3的工会会长，直播间里的气氛却有点尴尬，粉丝们都在刷屏调侃，说他的工会马上就要掉到第4名了。会长赶紧出来撑场面，比赛还没开始呢，别这么小看我们工会好吗？甚至还想当场挖几个大神入伙。可背地里早就有人在等着看笑话了，觉得他们工会没了靠山，根本撑不了多久。另一边，攀登者正盯着布鲁米不放，语气里全是质问：“你借走的那张面具到底去哪了？”布鲁米半天没敢吭声。攀登者这下反应过来了，你该不会是带着他直接大摇大摆的出去了吧？要是被人认出来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攀登者还是觉得不对劲，要是布鲁米真的被抓住了，消息肯定早就传得满天飞了。他总觉得这家伙有时候实在是古怪的，让人摸不着头脑。你到底带着那玩意儿去哪了？面对攀登者的追问，布鲁米还是那副没个正经的样子。不过现在没时间纠结这些了，工会战的策略讨论必须马上开始。这次的任务可不简单，我们要远征水族馆城堡。据说那里曾经非常和平，直到有一天村里的孩子们
开始接连失踪。工会任务里到处都是分支路线，每个关卡都有不同的障碍，必须根据每个人的职业和技能制定最完美的计划。攀登者突然掉链子，说他和布鲁米的副本时间改了，得先离开一会。这一下，原本热闹的气氛瞬间冷场，大家面面相觑，谁也没说话。关键时刻还是恰鲁站了出来，身为工会会长，他大方地表示没关系。就在这时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是攀登者发来的邀请，想让恰鲁去旁听他们的任务。攀登者非要让布鲁米把他拉进频道，虽然恰鲁还有点犹豫，但这种被大家惦记的感觉确实挺暖心的。不过布鲁米特意叮嘱不肯开麦，阿金这下彻底懵了。本以为只是个普通的副本频道，结果点进去一看，好家伙，满屏幕全是全服出名的大神。看着这些熟悉又遥远的 ID， 阿金心里直犯嘀咕，自己一个普通玩家混在一群顶级大咖中间，真的没问题吗？他打定主意，待会儿一定要全程潜水，只要没人注意到他就能蒙混过关。可还没等他松口气，屏幕上突然跳出一个提示，有人竟然直接点名了，那不是恰鲁吗？梦行者突然发来消息，问他是不是正在用语音。还没等阿金反应过来，频道里已经彻底炸锅了。你居然真的是个女孩子！恰鲁小声承认了，这下大家更起哄了，都在猜她现实里肯定是个美女。就在这时，梦行者突然单独叫住了他，他问恰鲁能不能单独去一趟主城地图。这下工会的人都坐不住了，都在猜是不是要去约会。阿金愣在原地，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。恰鲁来到了约好的地方，结果这高等级区域冷清的要命，连个鬼影都看不见。就在这时，梦行者终于现身了，看着眼前这个熟悉的粉色身影，气氛瞬间变得有点微妙。梦行者提起了上次收到的礼物，虽然嘴上说着不太合适，但还是特意过来道谢。恰鲁尴尬的不行，只能随便找个借口想糊弄过去。没想到梦行者根本不打算放过他，说既然收了礼，就一定要给个回礼。紧接着一个交易申请直接弹了出来，他到底想送什么？恰鲁本来想拒绝这份礼物，可梦行者根本不给机会，直接把东西硬塞进了邮箱。他说这东西工会战肯定有用，要是再退回来，他可就真的要伤心了。话都说到这份上，恰鲁确实没法再推脱，只能问他为什么要做到这一步。梦行者的回答很简单，因为你以前是我的会长，帮你是理所当然的。就在气氛正煽情的时候，一道白光闪过，布鲁米竟然突然现身了。恰鲁这下彻底懵了，这家伙现在不是该去打副本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？梦行者倒是很淡定，随口打了个招呼，说这边已经聊完了。梦行者临走前没头没脑地夸了布鲁米一句，接着整个人就消失了。布鲁米看着他离开的方向，觉得这家伙还是和以前一样，让人完全捉摸不透。还没等恰鲁反应过来，布鲁米也跟着退出了地图，只剩下恰鲁一个人愣在原地。现实世界里，阿金正盯着电脑屏幕出神，他发现梦行者居然还留在语音频道。就在这时，布鲁米发来了一条私信，说既然梦行者让他感到不舒服，那这次副本就先别看了。看着屏幕上的文字，阿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，这种感觉真的太奇怪了。阿金现在心里乱得很，总觉得布鲁米对自己好的有点过头，可转念一想，这事儿根本经不起推敲，要是对方真的有那个意思，早就该坦诚相待了，哪还会像现在这样遮遮掩掩。不过眼下最让他头疼的还是梦行者送的那份大礼，当时没认出来，现在查完资料才发现出大事了。这东西居然是个绝版多年的老古董，市场上根本见不到，连个参考价都没有。这种拿不准价值的宝贝留在手里简直就是个烫手山芋，要不还是还给人家吧。还没等他想好怎么开口，布鲁米已经推门进来了。这下攀登者可逮到机会了，非说布鲁米刚才是在故意捣乱，布鲁米倒也干脆，直接拿太累了当借口。可攀登者心里直犯嘀咕，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，难道是严志贤昨晚出门的时候撞见什么麻烦事了？果不其然，严志贤昨晚随手发的一条动态，现在已经让粉丝圈彻底炸了营。他原本以为自己会等来满屏的谩骂，甚至已经做好了受罚的准备，可结果呢？他盯着屏幕看了半天，发现最多的竟然是我想你了，还有谢谢你。这种意料之外的温柔，反而让他心里更不是滋味了。既然大家都休息好了，那就咱们三个私下聊聊。攀登者说话还是那么带刺，直接让布鲁米先走，说他留在这儿也没什么用。不过眼下正事要紧，明天的关键环节，工会里确实没别人能顶上了。布鲁米一口答应下来，这个重担他接了。可现实里严志贤的情况却非常糟糕，耳边全是心跳的杂音，整个人连睁眼都费劲。就在这种状态下，工会活动的日子还是到了。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严志贤的身体彻底掉链子了。看着桌上的药，他怎么也想不通，难道是上次出门被传染了？就在这时，阿金发来了消息，先是关心他的身体，接着就提到了正事，问他能不能像以前那样带队。这下他彻底纠结了，要不要干脆推掉，让大家去找别人帮忙。可这次的任务非同小可，工会的目标是全速通关，而本周的内容里藏着一条能缩短15分钟的秘境。想要开启这条捷径，最关键的钥匙就在他接下来的决定里。这次的关卡非常特殊，需要一个强力输出配合顶级辅助，而布鲁米就是那个能打又能奶的最佳人选。严志贤翻看着昨天的聊天记录 ，Pujan 他们都在担心排名，要是这次拿不到前5，恐怕工会的人心就要散了。这种关键时刻，如果换人肯定会耽误进度，他只能盯着手机，打算等药效上来再硬撑一会儿。随着他指尖落下，工会的正式公告刷了出来，最后的名单终于定格，负责核心环节的正是布鲁米和 Today。
大家都在私下嘀咕，凭什么是他拿到了名额？东基东虽然嘴上不服，但也承认他的操作确实没话说。阿金发来消息确认情况，严志贤却只是含糊的回了几句，明明心里乱成一团，却还要在屏幕后装作没事，为什么偏偏要对他隐瞒？这种犹豫连他自己都解释不了。但现在已经没时间纠结了，工会副本即将开启，所有人都在等待去集合，这一场硬仗马上就要打响了。大家快往中间靠！索达米正忙着指挥合影，随着咔嚓一声，工会的全家福总算拍好了。奥查雷拉还在后面磨蹭，路克迪斯和普珍早就准备就绪，东基东也在一旁起哄，这种热闹劲儿可真少见。贾斯特多吉、特 A 和1%电量这两个老伙计也难得凑在一起。贤良在旁边看得直撇嘴，觉得这帮人拍照拍上瘾了。克洛克奥特也想挤进去，结果被索达米直接拒绝。普通成员们也想跟着沾光，场面一下子变得乱七八糟。索达米盯着屏幕，还在纠结哪个姿势更上镜。谁能想到大战前夕居然是这种画风？会长去哪了？恰鲁现在心里简直乱成一团，他一直在担心，万一自己失误了怎么办？毕竟工会里这么多人，可都是砸了真金白银进来的。虽然这只是个游戏，但这种压力真的让人没法冷静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强光闪过，布鲁米换上了最华丽的礼服，这造型简直惊艳全场。普珍路过打了个招呼，周围的欢呼声此起彼伏，所有人都在喊布鲁米的名字。布鲁米主动发来消息，恰鲁一下子就卡壳了，在那打了半天字也没发出去。谁能想到布鲁米居然说他刚才是在纠结要不要逗他，这一句话直接把恰鲁给整懵了。恰鲁赶紧解释，说自己是在担心工会副本的事，看他这副手忙脚乱的样子，布鲁米忍不住笑出了声。简单的一句别担心，反而让恰鲁彻底放松了下来。既然心态已经稳了，那就没什么好怕的了。这是梦行者给的药水，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随便动用。要是让路克迪斯或者普珍知道，估计又要唠叨个没完。就在这时 Today 上线了，但他这状态明显不对劲，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的，到底在搞什么鬼？另一边梦行者正躺在长椅上偷懒，工会都要出发了，他居然说自己没心情。身为顶级玩家，他这一撂挑子，整个工会都要跟着倒霉。普珍在频道里急着找人，问布鲁米和 Today 到位没有，结果大家一看 Today 根本不在语音里，甚至连线都断了，这下彻底乱套了。Today 在关键时刻掉链子，难道说布鲁米现在是一个人在里面？普珍拿着扩音器大喊，能听到的都进语音频道，不用开麦，只要听指挥就行。恰鲁带头发出指令，全员立刻出发，攀登者紧随其后。副本倒计时正式归零，这片海域对他们来说简直就像自家后花园，大家都是老油条了，闭着眼都能通关。攀登者发话了，现在进入最关键的阶段。谁都没想到攀登者这波操作居然这么稳，这技术确实没话说。严志贤这会儿困得不行，就想着赶紧打完收工睡觉，结果就在这节骨眼上，耳边突然传来一声尖叫，坏了，这下真的出大事了。布鲁米整个人都懵了，难道他竟然漏怪了？人呢？刚才还在眼皮子底下，怎么刷的一下就不见了？这下麻烦大了，这个工会任务最坑的地方就在这，必须2个人组队才能进，一旦走散，谁都活不下来。现在大门已经彻底封死，连进路都没了。普珍突然反应过来，那现在布鲁米岂不是一个人在里面？结果工会频道里跳出来一条消息，队友居然在这个时候掉线了，同伴气得直跺脚。掉线在副本里可是直接算死亡的，这下布鲁米彻底孤立无援了，一个人在那种地方根本就是死路一条。这下全工会都炸锅了，大家都觉得这次肯定要凉透，谁都不相信布鲁米能一个人撑过这一关。严志贤在屏幕前拼命敲着键盘，心里急得冒火，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身体却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。布鲁米现在被困在怪堆里，往前冲不动，往后退不了，只能在那死命硬扛。局面已经到了最糟糕的地步，眼看排名就要垫底，布鲁米咬牙准备认栽了，他打算直接放弃这条路线。他想起自己让恰鲁不要担心，谁能想到布鲁米竟然还没放弃。就在怪物要扑上来的瞬间，频道里突然弹出消息，有人找到他了。恰鲁在这个时候杀了出来，局面瞬间反转，这下工会频道彻底炸锅了。严志贤整个人都定住了，这怎么可能？在那种必死的规则下，他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？难道是动用了那个压箱底的药水？不过现在已经顾不上这些了，恰鲁心里很清楚，光靠他自己根本搞不定这些怪。他轻轻拍了拍对方，接下来的路他们要一起闯过去。战斗终于结束了，布鲁米和恰鲁配合默契，总算撑到了最后。谁也没想到，这次他们工会成了最大的黑马，排名一路狂飙，直接杀进了前4名。看着频道里全是夸奖，恰鲁总算松了一口气，这种被大家崇拜的感觉确实让他心里暖暖的。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，同伴就在背后泼了盆冷水，说那个道具太稀有了，拿来打工会战简直是暴殄天物。恰鲁这下彻底僵住了。没错，为了保住这个排名，他确实把那个宝贝给用了。恰鲁还在解释道具的来历，普珍就带着大家准备去休息室。可谁也没想到布鲁米这次溜得比谁都快，说是太累了，已经直接下线了。阿金在现实中越想越不对劲，怎么又是这样？发信息不回人，也见不着，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？本来不想打扰，可心里的不安根本压不住，他还是拨通了布鲁米的电话，打算确认一眼就挂掉。结果电话那头竟然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，阿金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这明明是布鲁米的号码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对方又追问了一句：“你是为了工作打来的吗？”这下局面彻底炸裂了。
对面突然丢过来一个重磅炸弹，我是他女朋友，你是哪位？阿金一下子被问住了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接话，到底算什么关系？只是普通的网友吗？可普通的网友会这样通电话吗？他觉得自己好像闯祸了。阿金最后还是退缩了，低声说自己只是个熟人，对方却没打算客气。他在洗澡没事，就赶紧挂了吧。电话被冷冰冰的切断，看着手机屏幕上的备注，这个女人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。那个女人的名字听起来很耳熟，布鲁米居然已经有女朋友了。在游戏里，严志贤总是动不动就挂机，也从来不聊现实生活里的事。阿金一直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网友，压根没往这方面想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他每次匆忙下线，难道都是因为那个女朋友吗？原来自己对他其实一点都不了解。严志贤曾经说过不想让阿金感到孤单，可现在看来这句话简直太扎心了。到底谁才是那个真正孤单的人？严志贤整个人没精打采的，妹妹特意从家里带了饭菜过来，看他这副样子，忍不住抱怨了几句。明明不爱吃饭，妈妈还非要一直送，看他走路都打晃。妹妹随口问了一句是不是病了，他也没力气反驳，只能顺着话头承认。本以为这只是次普通的探病，结果妹妹临走前突然来了句奶壶不提提阿壶，刚才有个跟你调情的女孩打电话过来了。这句话一出，严志贤脑子里瞬间炸开了锅。调情的女孩，他什么时候跟人调情了？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妹妹已经推门走了，留下他一个人在屋里发懵。严志贤这下彻底定住了，妹妹不仅接了他的私人电话，甚至还像查户口一样把对方的背景都搜了一遍。他断定这个叫阿金的女孩还没正式成为他的女朋友。严志贤赶紧发信息解释，可妹妹接下来的话简直是捅了马蜂窝。他一脸淡定的承认，我告诉他我是你的女朋友。这一句话让严志贤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。他太了解阿金了，那个单纯的女孩绝对会把这句谎话当真。严志贤不明白妹妹为什么要这么做，结果妹妹的理由更离谱。她说这是为了拆散他们，因为严志贤不给粉丝发消息，却私下跟女孩聊天，这简直是一点职业操守都没有。妹妹这波甩锅非常干脆，她耸了耸肩，一副无所谓的态度。临走前还不忘补一刀，说她不理粉丝根本不怪别人。严志贤想给妹妹打车钱，结果对方冷冷的回了一句她是开车过来的。严志贤愣住了，他甚至不知道妹妹什么时候拿了驾照。这种没话找话的关心反而让气氛变得更尴尬。妹妹丢下一句你根本不在乎，就直接推门走了，留下严志贤一个人在走廊里发呆。他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把人生搞砸了，为什么每一个他在乎的人最后都会选择离开。他看着手机里阿金的名字，心里只剩下绝望。也许这一次结果也不会有什么不同，阿金迟早也会离开他的。严志贤赶紧发信息解释，说刚才接电话的是妹妹，可屏幕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他甚至专门去翻了设置，就想看看对方到底读没读。死一般的寂静，他躺在床上盯着手机，最后实在没办法了，只能发了一句我生病了，希望能换来一点回应。结果还是一样，阿金那边始终没有回音，所有的消息都石沉大海。他自嘲地关掉手机，算了，到此为止吧。妹妹临走前的话像诅咒一样在脑子里回荡，说到底他确实是个只顾自己的人，这种结果也许就是他应得的。就在严志贤以为没戏的时候，手机突然在黑暗中震动起来，屏幕的光亮有些刺眼，上面显示的来电人竟然是阿金。他猛地睁开眼，死死盯着那个跳动的名字。电话那头传来了声音，他轻声叫着那个昵称布鲁米。阿金的声音听起来很担心，他连着问了好几声，问他是不是真的生病了，语气里满是掩饰不住的关切。严志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他只是静静地躺在黑暗里，听着那个熟悉的声音。这一刻他发现自己真的好想他，哥哥能不能别去练舞了，留下来陪陪我。当初的一句哀求成了他心里最深的遗憾。画面一转，工会这边已经乱成一锅粥了，主力输出居然集体掉线。可谁能想到布鲁米不仅没死，还成功见到了恰鲁，全靠梦行者送的那2瓶神药。这种早就停产的顶级装备简直就是开了挂，这下局面要彻底反转了。这种传说中的不死药水曾经是这些顶级大佬的标配，只要喝下一口再难的关卡也能强行通关。可随着材料断供，这玩意儿在市场上彻底绝版，偶尔出现一瓶那也是普通玩家想都不敢想的天价。攀登者整个人都傻了，这种保命的神药你居然随手就给用了。恰鲁现在满脑子都是后悔，要是早知道这药水值这么多钱，就算任务失败他也绝对舍不得打开瓶盖。不过好在代价没白费，恰鲁和布鲁米总算冲上了排名。这波虽然肉疼，但工会确实是要出名了，光靠神药可赢不了比赛，布鲁米带兵硬扛才是这次翻盘的关键。不过 Putin 一眼就看穿了，这些药肯定是梦行者给的，毕竟能拿出这种宝贝的人满打满算也就那3个。恰鲁还没想明白怎么回事， Putin 就直接摊牌了。他说自己其实特别讨厌梦行者，觉得工会现在的乌烟瘴气全是他一手造成的。可恰鲁却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，最近工会里到处透着古怪，好像所有人都在瞒着什么。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，工会只是个无名小卒，谁能想到梦行者竟然是被人带进来的。那个带他入坑的元老后来直接退坑了，只留下梦行者一个人陪着大家走到了现在。恰鲁听得一愣一愣的，这些陈年往事他弟弟可从来没提过。Putin 倒是斗志昂扬，虽然那个叫 Red 的对手强得离谱，但他绝不打算认输。可工会内部的流言已经开始满天飞了，甚至有人在背后带节奏。克菲尔沉默地看着这一切，
那天晚上，布鲁米突然塞给恰鲁2件宝贝，说他不想让他欠任何人情。恰鲁心里直打鼓，这礼物实在太重了。可布鲁米却说，咱们这交情根本不需要计较这些。哪怕恰鲁觉得还没那么亲近，布鲁米也根本不听。在他眼里，只要是为了工会，钱根本不是问题。可这一幕全被阿金看在眼里，他盯着手机，心里酸溜溜的。凭什么你收了他的礼物，却偏偏要拒绝我的？阿金这副没精神的样子，谁都能看出来不对劲。他嘴上说是担心工会，其实心里全是因为那个电话。布鲁米的一句那是我妹妹，让他把所有想问的话全都硬生生憋了回去。他不想让自己显得太烦人，可感情这种事越是想划清界限，心里就越是乱成一团。他以前从没想过要谈恋爱，就在他纠结的时候，布鲁米却对恰鲁提议，干脆以后就他们2个在一起。刚才那话是不是说中了？严志贤心里直犯嘀咕，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后悔。布鲁米，其实我还有件事没告诉你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谁都没法真正看透谁，每个人心里都藏着秘密。攀登者看着手机里的转账记录，无奈地说：“别再给我打钱了，我不需要你靠这种方式留住我，尤其是这种在网游里认识的人，你凭什么觉得能信任他？谁知道他到底还隐瞒了多少事？”阿金终于打算摊牌了，有些话一直憋在心里，没对布鲁米说。他低声说：“其实当初想方设法接近你，并不是因为什么一见钟情，而是为了工会。他怕攀登者会离开，所以才想利用你留住那些睾丸。说白了，他当初确实动机不纯。”严志贤听完只是淡淡的问：“所以呢？你现在还有这种想法吗？”得到否定的回答后，严志贤反而笑了。只要现在是真的，以前那些烂账就不重要了。严志贤其实早就发现了，阿金身上全是秘密，隐瞒性别，隐藏性格，甚至连账号都是偷用弟弟的。可奇怪的是，他竟然一点都不生气，反而觉得他一定有难言之隐。毕竟人心隔肚皮，谁也没法真正看透另一个人。外人总在问网游里认识的陌生人，连面都没见过，凭什么值得你这么上心？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粉丝滤镜，只要那份感觉对了，真相其实并没那么重要。哪怕你依然选择把脸藏在面具后面，最让人难受的不是被对手打败，而是发现你最信任的人竟然在背后偷偷嘲笑你。严志贤曾经以为只要付出真心就能换来信任，结果换来的却是别人藏在心底的轻蔑。这种单向的感情才是最伤人的，所以他戴上面具，把自己彻底封闭起来，甚至开始怀疑阿金是不是也对他有所隐瞒。你还有什么事没告诉我？阿金愣了一下，终于小声坦白：“其实我根本没有暗恋什么学长。”既然没有暗恋的学长，那阿金到底喜欢谁？这个问题一出，他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接话。严志贤并没有打算为难他，只是轻声说：“等你想好了再告诉我。”但他接下来的举动才是真正的重头戏。他缓缓摘下了那副面具，既然要坦白，那就彻底一点，我们现实里见一面吧。曾经的他根本不相信网上的交情，觉得那不过是些不靠谱的幻觉。但现在他终于肯承认，有些缘分哪怕还没见过面，也一样真实的没法忽视。大半夜的，谁都睡不着。严志贤盯着手机里的粉丝名单，这些琐碎的记录是他作为偶像必须背负的重量。另一边的阿金也在熬夜，他正琢磨着怎么跟布鲁米坦白，不想再继续撒谎了。关于那个所谓的暗恋对象，他打算下次见面就说清楚。可就在这时，屏幕上的一个标题让他彻底停住了动作：新人偶像因为态度问题翻车。而视频里的主角竟然就是智媛。面对主持人的提问，智媛这态度简直绝了，不仅心不在焉，甚至连话都懒得接，一句不知道直接让现场陷入尴尬。这种敷衍的态度，不出意外的在网上翻车了，评论区全是骂声，大家都觉得他根本不想当偶像，这下他的职业生涯怕是要悬了。另一边，朱东焕看着手机里的消息，工会里一下子进来了不少新人，看着热闹起来的聊天框，他心里竟然莫名有种自豪感。在重新定义了信任与情感的关系之后，严志贤整个人都变了。看着妈妈寄来的饭菜，虽然还是熟悉的味道，但他手里的动作却没有丝毫迟疑。严志贤终于决定摘下那副沉重的面具，重新回到属于他的世界。随着一声欢迎回来，布鲁米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。可他刚上线就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，他在心里嘀咕：那个人难道还没醒吗？顺手给阿金发了条消息，询问对方是否在线。工会里的人热情的打招呼，但接下来的对话却让布鲁米停顿了一下。听说有人和他的好友已经私下里混得这么熟，甚至连敬语都省了。布鲁米表面上没说什么，但心里显然有点不痛快。工会里的人都好奇的要命，大家都在猜屏幕背后的布鲁米现实中到底长什么样。有人觉得她是绝世美女，也有人觉得照片全是修的，甚至有人提议干脆直接线下见面。可他们哪里知道，真正的布鲁米此时正深陷现实的泥潭。在经纪公司的会议室里，高层们已经拍了板，既然严志贤已经休息够了，那就该按计划行动了。看着排行榜上的名字和街头巨大的严志贤海报，娱乐圈的节奏快得惊人。就在这时，阿金突然出现，他看起来状态很差，轻声说自己根本睡不着。阿金早早就到了车站，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20分钟。他看着手机里的消息，心里却乱成一团。明明只是个游戏里的陌生人，为什么自己会觉得被背叛了呢？这种复杂的情绪让他觉得有些疲惫。迷迷糊糊中，他闻到了一股很好闻的味道，下意识地靠在了旁边人的肩膀上。等他猛地惊醒，试探着喊出布鲁米的名字时，身边的男人转过了头，戴着口罩和眼镜的严志贤轻声问了一句：昨晚没睡好吗？阿金猛地惊醒，
发现手机上竟然有7个未接来电，他赶紧道歉，说自己在地铁上不小心睡熟了。严志贤并没有生气，反而语气温和的安慰他，还主动提出去把车开过来，想送阿金一段。可就在这时，严志贤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，屏幕上赫然显示着老板2个字。他走到一旁，压低声音说自己现在就在外面。电话那头的老板直接炸了，根本不敢相信他竟然敢私自出门。严志贤回头看向阿金，眼神里写满了复杂的情绪。他只是一个想在现实中多留一会儿的普通人。严志贤现在心里乱得很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那些亲密的瞬间还在脑海里闪回，可现实的压力却让他喘不过气。看着路过的学生，阿金随口提了一句，那所学校的校服还挺显眼的。严志贤顺着话头问了一句，结果没想到那竟然是阿金的母校。这突如其来的巧合让气氛变得有些微妙。谁能想到努力了这么久，最后等来的却是落选的消息。看着考核表上的名字，他感觉天都要塌了。这么多年的坚持一下子全都没戏了。就在他最绝望的时候，一份意想不到的善意让他重新找到了方向。其实放弃一个梦想并不代表人生就此结束，只要继续走下去，总会找到新的理由支撑着自己再次出发。有时候为了现实放弃梦想真的挺无奈的。阿金叫住了他，问了他的名字，他说等他成功出道一定会去舞台上找他。阿金完全没反应过来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，他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接话，总觉得眼前这个人好像在哪见过，但现在这里人多眼杂，确实不是聊天的时候，只能先换个地方再说。就在这时，兜震突然出现在他面前，语气听起来不太妙，问他到底在干什么。这下麻烦大了，阿金完全没预料到会在这里跟他撞个正着。阿金赶紧出来打圆场，说这个戴口罩的男生是他亲弟弟。可兜震显然并不买账，语气听起来火药味十足。阿金想把话题岔开，问兜震这个点怎么没去上课，结果兜震一句话就把他堵死了，直接嘲讽他是不是根本没朋友。这话一出，阿金当场就炸毛了，场面一度尴尬的不行。他赶紧解释说他们是在学校课上认识的。阿金本来想直接赶人，没成想这弟弟也不是个软柿子，他反过来质问严志贤的身份，还盯着那张口罩脸不放。这下轮到严志贤愣住了，谁能想到这弟弟居然敢当众挑事。阿金已经不想再听下去了，他让对方赶紧闭嘴，到此为止吧，毕竟那个人还在等着。可有些回忆总是会在这种时候冒出来，当年的新生代表陪阿金在台上是那么耀眼，所有人都说那是你姐姐，你真该好好向她学学。回到现实，兜震的话却像刀子一样，他说要不是你自己烂成这样，别人也不会这么看你，这烂摊子终究还是得自己扛。这下气氛彻底降到了冰点，兜震直接下了最后通牒，让阿金赶紧跟他走，不然他真的要发火了。看着局面闹成这样，阿金除了道歉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原本简单的计划会彻底失控。事后兜震还在不停抱怨，觉得上次见到的那个人实在是太诡异了。阿金觉得自己清醒得很，绝对不会被这种人给骗了。兜震还是没忍住，他盯着阿金质问，这种时候居然还有心思打扮漂亮去见男人。兜震的话却越说越难听，他直说阿金的痛处，问他毕业后到底有什么打算，是不是想一辈子混日子，顺便把身边的人都拖下水。兜震彻底爆发了，他直接揭开了家里最难看的伤疤。当初你在房间里没完没了的哭，搞得全家人都快窒息了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讨厌那个家？兜震临走前又补了一句最狠的大实话，他说妈根本不是在照顾你，而是在衡量到底什么时候该彻底切断跟你的联系。趁现在还有人供着你，就该老老实实待着，好好反省一下自己到底变成了个什么样的人。阿金沉默了很久，最后只是轻声说了句我知道。他比谁都清楚自己早就成了家里的负担，一个没用的废人，而且似乎已经没救了。可就在这一片漆黑里，那个叫布鲁米的小家伙就这样毫无预兆地闯进了他的世界。他不停地问自己是不是真的，就这样一点点被生活磨损掉了，最后只能对着空气说出一句毫无意义的对不起。其实最扎心的并不是兜震说话有多难听，而是他说的每一句全都是无法反驳的大实话。阿金曾经也以为自己长大后会变成很厉害的人，可结果呢，却活成了一个连自己都讨厌的笑话，就像一颗路边随处可见的石头，没有人在意，也没有地方可以停留。这种清醒的绝望才是最致命的。最扎心的是发现连亲妈都不爱自己，那些话像诅咒一样在脑子里回响，说妈根本不想管他，只是在等一个彻底死心的机会。凭什么觉得能变好呢？带着这样烂透了的人生，难道还想去祸害别人吗？毁掉自己的家还不够吗？这些质问像刀子一样一刀刀割在心上。可就在这种窒息的痛苦中，周围的一切突然开始模糊。等阿金回过神来，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这到底是哪？严志贤最后丢下一句，他在车里等着，让阿金谈完了再联系他。深夜的城市安静的让人害怕，阿金一个人在街头走着，整个人像是丢了魂一样，完全不知道该去哪。就在这时，严志贤出现在了路口，他一直盯着手机，似乎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。看到熟人的那一刻，阿金彻底愣住了，他语无伦次的解释着，说自己迷路了，走得实在太远了。他本来想打电话求助，可偏偏在这个时候连手机也弄丢了，这种时候连最后一点联系外界的机会都没了。这点伤看着不深，但心里的委屈恐怕早就藏不住了。大半夜2点的车站，严志贤就这么陪着他，谁也没有先开口。记忆回到了多年前的办公室，老师其实早就看出来了，阿金这孩子根本不会表达自己，这在成长过程中可是个大麻烦。可当妈的
却完全没当回事。在他看来，只要孩子不顶嘴、不没礼貌，性格内向点根本不算什么，甚至觉得这样反而更省心。大人总以为听话就是好孩子，却从没想过这种过分的懂事到底要付出什么代价。老师也只能无奈的答应会继续引导他。走廊里静得吓人，只有那一声声脚步特别刺耳。阿金就这么老老实实跟在后面，一句话也不敢多说。阿金想帮他分担一点，哪怕只是拿件衣服。严志贤却还是放心不下，生怕他再出什么意外。阿金反问道：“难道我看起来就这么弱吗？”严志贤只能改口，看来确实是自己想多了。阿金一直想不通，像布鲁米这样的人，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温柔？在他看来，为了帮自己打理工会，布鲁米简直是在吃大亏，平白无故揽了一身麻烦。严志贤却冷冷地反问：“难道这也要怪他心肠太好吗？”其实连严志贤自己都觉得，阿金从一开始就不该卷进来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。他最讨厌的就是把时间浪费在别人身上，嘴上说着最讨厌麻烦，手里的动作却一点没停。严志贤直接拿过创可贴，非要亲自动手。他一边处理伤口，一边提醒自己从来不做亏本买卖，所以别觉得自己是个负担。可阿金却发现严志贤的手竟然冷得这么厉害，明明他自己都快冻僵了，却还在担心阿金会不会不舒服。严志贤低声说了句抱歉，甚至开始后悔没能早点带他去个暖和的地方。他看着阿金沉默的样子，有些担心，是不是周围的人群让他感到压力了？这么冷的天，严志贤就穿了一件单薄的卫衣，却先把手里的暖宝宝递给了阿金。这种感觉很奇怪，明明刚才还疼得厉害，现在好像全忘了。严志贤低声问：“脚踝还好吗？”阿金有些局促的回答：“已经没那么疼了。”后知后觉的尴尬终于涌了上来，他低着头，甚至不敢看对方的眼睛。阿金小声说了句抱歉，让他看到了自己这么狼狈的一面。严志贤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默默陪在他身边。严志贤突然翻起了旧账，说自己以前有过更狼狈的时候。阿金听得心里一紧，赶紧安慰说：“那根本不是他的错。”阿金想起今天本来是有正事要谈，可严志贤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还是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。他说：“今天就算了吧。”气氛一下子变得有点尴尬。严志贤一直没再开口，他看着身边的阿金，觉得他肯定已经累坏了，甚至可能连晚饭都还没吃。阿金越想越觉得自己是个累赘，耽误了人家这么多时间，他实在过意不去，想打个车赶紧回家。可严志贤根本不答应，既然说了要送，他就一定要把他平安送到家。阿金正打算打车走，一转头才发现严志贤穿得这么单薄，原来他一直都在挨冻硬撑。严志贤凑了过来，直截了当地说自己确实不太会安慰人，也知道生活里的那些烂事不会因为谁的一句话就变好，但他还是伸出手，语气变得格外认真。他说：“以后要是觉得撑不下去了，能不能给我打个电话？只要你打，我一定会来。”出租车到了，他最后叮嘱了一句：“注意安全。”看着阿金消失在夜色里，阿金跑远了，严志贤就那样站在原地，一直盯着他的背影看。其实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刚才说的那些安慰的话全都是借口，他只是想找个理由能名正言顺的抱抱他，但这番真心话他打算一辈子都烂在心里。反正阿金永远也不会知道，空荡荡的大街上只剩下他一个人。他用力握紧手里那个暖宝宝，像是要抓住最后一点温度。他低声自言自语：“真的很暖和。”可这种温暖又能持续多久呢？刚觉得有点暖和，导演的电话就打进来了。严志贤接起电话，语气里没有一丝犹豫，他说：“我会去做的。”而此时的阿金正独自坐在车里，一句话也没说，所以他接受了。只有当你至少有点可怜时，人们才会对你宽容。这整件事简直荒谬到了极点。还没等这头里顺 ，Pujan 那边又收到了私信，会长的小老弟居然找上门了。Pujan 对恰鲁说：“那家伙一直在打听你平时到底跟谁走得近。”Pujan 告诉恰鲁，那个人已经开始查资料了，甚至连社区留言板都翻了个底朝天。不过阿金一点都不担心，在他看来，对方顶多会把他当成学妹，根本查不出什么。兜震的直觉确实没错，但现实往往比想象中更简单。阿金裹紧了身上的毛毯，他现在只想躲起来，根本不敢去想以后的事，日子过得没什么指望。阿金和上手里的书，就算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，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脱胎换骨。他对未来还是没信心，万一以后你还在呢？可现实的压力根本躲不掉。布鲁米无奈地说：“接下来的工作会特别忙。”恰鲁听完沉默了很久，低声回应道：“那明天恐怕也没法上线了。”布鲁米试探着开口：“难道你就不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吗？”其实他原本打算等见面的时候再亲口说，可恰鲁现在只想低调行事，甚至打算近期都不再安排任何计划。恰鲁追问他到底要忙多久，是2周还是1个月？就在这时，恰鲁突然紧张起来，拜托他帮忙打个掩护，就说自己现在不在线。原来是有人一直缠着要面基。石贤解释说那家伙跟自己同岁，为了套近乎才没用敬语。布鲁米听完只是冷冷的哼了一声，就算我不在，你也要记得去做日常任务。布鲁米一边交代后事，一边找人帮恰鲁挡掉麻烦。恰鲁心里很没底，问他这次到底要走多久，他只能勉强答应，只要能挤出时间就一定上线。阿金无力地瘫在床上，原来大家最后都会选择回归现实生活，这种感觉糟透了，好像生活里没一件事是顺心的。克菲尔也在群里抱怨，现在的工会简直冷清的可怕。就在这时，手机上的一条热搜打破了深夜的宁静，某个刚出道的新人男团竟然被爆出了人品丑闻。手机冷不丁的响了起来，阿金看着屏幕上的名字，有些意外的接通了电话。你不是说要早点睡吗？对方开口
就问现在是不是在家。还没等阿金反应过来，对方又接着说，如果我现在过去，你能出来见我5分钟吗？阿金彻底愣住了，现在可是大半夜，而且对方明明说明天一早就要出发。他正想追问原因，目光却落在了那件大衣上。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，终于传来了最直接的回答，其实没什么特别的事，我只是突然很想见你。电话那头的人说，因为我想见你，地址已经发过去了。阿金愣在原地，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份突如其来的主动。阿金脑子里全是那句承诺，难受的时候真的可以打电话吗？从那天起，这句话就像扎了根一样，怎么都忘不掉。或许真的可以试一次，刚才那句话真的没听错吗？这下心里彻底乱套了。还没等缓过神来，消息又弹了出来，严志贤说已经到了便利店门口，正问他从哪边过去。看来这次是真的躲不掉了。谁能想到严志贤竟然直接跑了过来？阿金有些意外，问他为什么要特意跑这一趟。严志贤解释说，这地方比想象中还要黑，平时大家基本都开车，很少有人在路上走。虽然只是随口一说，但这种下意识的担心根本藏不住。严志贤一眼就看穿了，说他竟然还特意化了妆。阿金赶紧小声辩解，说只是随便抹了一点点。这种小心思被当面戳穿，气氛瞬间变得有点微妙。严志贤没再多说什么，直接带头往前走。阿金跟在后面解释，说自己是谎称去便利店，才急匆匆偷溜出来的。他突然问起阿金是不是和弟弟住在一起，得到肯定的回答后，他语气平静地做了个决定，让阿金拿好东西就出来，他要亲自送他回家。这一下轮到阿金彻底没反应过来了，这就准备回去了吗？阿金显然还没待够，他试探着问了一句，要不要一起去吃个冰淇淋？严志贤没有拒绝，反而很细心地说，要挑一个戴着口罩也能吃的东西。他选了一种西西乐式的冰淇淋，这样就不用在大街上摘下口罩了。阿金看着手里的冰淇淋，心里默默祈祷，希望这个小小的借口能让这段时间再延长一点。为了吃那口冰淇淋，严志贤终于舍得拉下口罩。可这大半夜的路灯底下黑漆漆一片，根本看不真切。严志贤在一旁盯着他，明知故问地问他能不能看见。阿金有些尴尬地回答，确实看不太清。听到这话，严志贤忍不住笑出了声。这下轮到阿金犯嘀咕了，他该不会是故意在逗我吧？阿金感叹两人总是在晚上碰头，甚至主动提议下次要不要干脆白天约一次。严志贤没有立刻接话，反而生硬地岔开了话题，问起阿金以前读的高中。原来那附近有一家经纪公司，而严志贤以前也住在那里。这突如其来的巧合让阿金一下子兴奋了起来，他说不定两人以前就在哪条街上擦肩而过呢。可面对这种浪漫的猜想，严志贤却显得心事重重。严志贤真是哪壶不开提阿壶，他随口问阿金，以前上学的时候见没见过练习生？这本该是个普通的闲聊，可对阿金来说却是个极其敏感的话题。他只能尴尬地打个哈哈，推说时间太久已经记不清了，可脑子里却全都是当年的黑历史。明明刚才还聊得那么开心，现在却因为一段不想看到的丑闻，让他的心情彻底跌到了谷底。这冰淇淋冻得像石头一样，阿金正发愁选错了东西，根本化不开。严志贤却直接伸手让他把东西递给自己，毕竟说到底对方也不过是个陌生人。阿金开始怀疑自己竟然会去信任这样一个人，也许布鲁米从一开始就没说错。如果连最基本的信任都谈不上，那他们现在的这种关系到底又算哪门子交情呢？搞了半天，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在自作多情，从一开始就没守住距离。也许对方压根就没想过要跟一个网友谈什么恋爱，甚至连我自己的心意现在都变得模糊不清了。一个连真名和长相都保密的人，现在突然说要忙一阵子，这种随时都会消失的感觉，就像抓不住的影子。严志贤默默递出手里的东西，阿金接过来说了声谢谢。怪不得他一直舍不得还那件外套，因为那份好不容易抓到的温暖，一旦放手就真的什么都不剩了。严志贤突然的一个动作，让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尴尬。阿金忍不住开口问他为什么要这样。我现在终于看清了，之所以绕这么多弯子，其实只是因为想见你。还没等阿金想明白，路人的一声呼喊就把他拉回了现实。刚才那一瞬间，阿金差点以为是都正回来了，毕竟姐姐这个称呼他已经好几年没听到了。谁能想到严志贤居然也想这么叫他？说是这样听起来，两人的关系就没那么疏远了。阿金这下彻底懵了，虽然还没搞清楚状况，但还是稀里糊涂的答应了下来。严志贤催着阿金赶紧回家，毕竟去个便利店要是磨蹭太久，家里人肯定会起疑心。虽然两人约好了改说评语，但阿金心里还是觉得有点别扭。结果一眼就被严志贤给看穿了，吓得他赶紧解释，说自己其实特别喜欢这样。阿金没多说什么，顺手从兜里掏出一包软糖塞了过去，心里还在犯嘀咕，不知道这小零食盒不合他的胃口。就在阿金准备转身的时候，严志贤突然叫住了他。严志贤像个大人一样叮嘱阿金，让他以后长点心，别随随便便就把家里地址告诉别人，更别动不动就掉眼泪。阿金本来还想拿身份压他，提醒他自己可是姐姐，结果严志贤顺感就爬，这一声姐姐叫出口，直接把阿金给整不会了。临走前，严志贤突然提议以后经常见面，阿金还在那替他操心，觉得他跑来跑去太累，甚至还开始心疼起他的打车钱。严志贤倒是一点不在乎，只要能见面，这些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看着阿金一溜烟跑没影了，严志贤一个人站在原地叹了口气，估计他自己也没想到刚才那几句话的后劲儿能这么大。阿金回到家第一件事就
就是上网发帖求助，想弄明白一个男生突然改口叫姐姐，还非要说评语，这到底代表了什么？结果网友们的回复直接把他给整懵了，这哪是想跟你拉近距离啊，这分明就是在宣告主权，意思就是没把你当普通朋友看。看着屏幕上的分析，阿金这下彻底淡定不了了。阿金还在那不停的自我安慰，觉得严智贤突然改说评语，可能单纯只是为了说话方便，甚至还跑去问 AI 寻求认同，结果连心里的2个小人儿都吵翻了。笑话他有贼心没贼胆，只敢对着手机瞎琢磨，却不敢直接去问本人。不过转念一想，既然是严智贤先主动迈出的这一步，那自己多等一等也没关系，只要他还在，一切就都有希望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屏幕突然亮起，严智贤终于重新活跃了起来，看着屏幕里那个熟悉的身影，严智贤现在正坐在候补室里，虽然人是在工作，但心里全是游戏里那点尴尬事儿。本来跟会长做任务就够让他头大了，结果朋友的一条消息直接戳中了他的痛处。对方问他是不是真的看上会长了，不然干嘛表现得这么反常？他这下是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，只能拿工作当借口先敷衍过去。最让他郁闷的是，原本他都已经打算摊牌了，结果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。阿金的出现让原本的计划彻底乱了套，严智贤现在心里乱得很，他已经100%确定了，眼前的阿金就是当年那个在车站哭泣的女孩。本来他想直接摊牌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既然阿金已经把那段往事忘了，现在提起来反而像是在揭自己的伤疤。毕竟在那段记忆里，他表现得并不怎么体面，甚至还有点冷漠。他从来没想过那一天对阿金来说也同样特殊，所以他决定再等等，等2人关系再近一点，等时机再成熟一点，到那时候他会亲口告诉他所有的真相。严智贤还在那纠结，怕自己表现得太主动会给对方增加心理负担，结果还没等他想明白，手机就先响了，是阿金发来的消息。刚才还一脸严肃的他，看到屏幕的一瞬间，心情立马就不一样了，连眼神都变得温柔了不少。旁边的工作人员还在那闲聊，说刚才有几个新人来过，待会儿可能还要过来打招呼，但他现在根本没心思听这些。他随口应付了几句，心思全在手机屏幕上，这种心不在焉的样子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现在心里正惦记着谁呢。这下严智贤被盯上了，身边的人特意过来提醒他，私生活一定要藏好了，就算真的在谈恋爱，也千万别在大家面前露馅，毕竟现在盯着他的人太多，稍微有点风吹草动，立马就会变成大家的谈资。对方甚至还试探着问他是不是在跟什么大明星交往。严智贤虽然嘴上没承认，但心里其实已经发虚了。他赶紧找个借口躲进洗手间，想让自己冷静一下。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他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：难道自己表现的真的有那么明显吗？严智贤之前一直当缩头乌龟，就是怕自己太主动会惹麻烦。可还没等他把事情想清楚，门外突然传来一声巨响，这一下直接把他整个人定在原地。刚才那些乱七八糟的思绪瞬间被这动静给冲散了。他下意识的回头看去，心里满是疑惑，到底是谁在外面搞出这么大动静？志远猛地停下脚步，整个人愣在原地，没敢动弹。他尽量保持冷静，和对方擦肩而过时，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。没错，就是那个最近很火的新人团体。严智贤表面上不动声色，其实心里早就翻江倒海了。他之前偷偷搜过人家的所有视频，甚至还被对方的实力给惊艳到了。看着阿金在那疯狂追星，他嘴上说着真麻烦，心里却在纠结要不要也顺便去要个签名。结果身体比嘴巴更诚实，他转头就问工作人员：“姐姐，你手边有纸和笔吗？”他一边等一边自我怀疑，真不敢相信自己居然也会有追星的一天。可结果呢？正主压根就没出现。对方队友一脸尴尬地说：“他们队长突然肚子疼，这会儿正蹲在洗手间里，根本没法过来打招呼。”严智贤这下彻底愣住了，还在洗手间，他脑子里飞快闪过刚才的画面，难道刚才遇到的那个人就是他？这事儿简直太荒谬了！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要个签名，结果还没见面就先在厕所对上号了。这下真相大白了，刚才在洗手间里那个对着电话歇斯底里的疯子，居然就是那个偶像团体的成员。他亲耳听到了那些不堪入耳的咒骂，把嘴闭上，你个混蛋，我现在是放你一马，你还没意识到吗？这些话在脑子里挥之不去。谁能想到在粉丝面前温柔体贴的偶像，私下里竟然这么暴力？看着空荡荡的走廊，严智贤只觉得一阵心寒。那些还在真情实感的粉丝，要是知道真相，恐怕天都要塌了。这就是粉丝的无奈吧，哪怕并不真正了解对方，也会因为那层光环而真心的为他们加油。可一想到洗手间里那个满嘴脏话的疯子，这种幻灭感真的让人很难受。就在这时，游戏官网突然炸锅了，总监亲自发布了一条史无前例的重磅消息：工会系统要大改版了，而且在正式更新之前，官方竟然要举办一场线下玩家茶话会，每个服务器前10的工会再加上5个随机名额，这规模可不小，每个工会只能派1个人，而且想临时加人钻空子门都没有。听说只要去了就能拿到一份神秘大礼，这下大家的胃口都被吊起来了。阿金看着眼前的邀请函，半天没说话。他所在的工会居然被选中了，这意味着他必须得去线下见那些陌生人。消息传开后，网上的评论区直接炸锅了。有人觉得官方这是在搞事情，强迫顶级玩家线下社交，简直是社恐的噩梦。大家都在吐槽，这年头谁还想线下聚会啊？
赶紧更新点新内容才是正事。可结果到了第二天，奖励内容一公布，所有人都傻眼了。只要派人参加活动，全工会都能拿到永久特效。这下谁还管什么社恐不社恐？虽然这奖励对战斗力没任何提升，但那华丽的蝴蝶特效直接让全服玩家都疯了。各大工会都在疯狂申请，生怕错过这个出风头的机会。松树工会这边也已经提交了申请，群里原本全是欢呼声，大家都觉得这波稳了。阿金盯着屏幕上的讨论，心里却隐约觉得有些不安，因为一个最现实的问题马上就要摆在所有人面前。恰鲁在群里试探着问了一句：“谁想代表工会去参加线下聚会？”结果刚才还热闹的群瞬间被泼了一盆冷水。Putin 第一个站出来拒绝，他根本不想去线下露脸。其他成员也纷纷附和，觉得完全没必要去现场，这下尴尬了。奖励虽然诱人，但谁也不愿意走出家门。同伴提议干脆别去了，反正估计别的工会也得放鸽子。大家纷纷点头表示赞同。恰鲁没说话，但他心里总觉得有点不踏实。这样逃避下去真的没问题吗？其实现在的 Lonelo 工会内部早就快压不住了，气氛变得越来越诡异。阿金盯着屏幕上的聊天记录，发现普通成员和大佬们完全就是两个世界，根本聊不到一块儿去。哪怕是在别的顶级工会，普通玩家也能撑起一片天，但 Lonelo 不一样，这里从一开始就是顶级高手扎堆，这种严重的阶级断层让整个工会摇摇欲坠。工会的高层现在压力山大，根本不敢随便表态，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，要是这帮顶级大佬集体退会，整个工会瞬间就要玩完。就在这气氛紧张的时候，布鲁米上线了，他的出现总算让这压抑的局面缓和了一点。恰鲁已经在等他了，两人简单打了个招呼，准备先去把今天的任务刷掉。但恰鲁心里还惦记着别的事，他收到了私聊消息，有人打算去和 South Army 摊牌，关于工会频道里那些过分的言论，这事儿处理不好就是火药桶，必须得小心翼翼的开口。布鲁米决定不再让他一个人面对，既然要解决问题，那就一起去吧。恰鲁这下算是领教了，对面的 South Army 是个直肠子，他明确表示最讨厌部署的人随便套近乎，除非是为了工会的气氛，否则他根本懒得应酬。说是内部还在讨论，可申请明天就要截止了，这明显是还没下定决心。South Army 干脆直接把话挑明，他说经过上次的活动，自己对会长已经彻底改观了，希望能有更多理由去支持他。说到底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，那个华丽的蝴蝶特效谁看了能不心动呢？